我不走，我不走，再关我几天吧。何先生，你的7天行政拘留已满，赶紧走吧。再关我几天不行吗？下次我一定争取达到15天行政拘留。好小子，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还是去医院精神科瞧瞧吧，别在这里给我们添乱。警察没有客气，将小伙踢出了拘留所，任凭他敲打着厚厚的铁门。我叫何先森，从我10岁那年起，我身边总是怪事不断，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怪事的频率越来越多。1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张录像带，上面写着一张纸条，看过此录像者7天内必死。后李健，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给我搞午夜凶铃那一套。然而何先森很快就觉察出异样，感觉已经有东西跟上自己了。他决定把这块烫手的山芋丢出去，最好的选择就是寺庙的功德箱。佛祖，知道您老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这小小的诡异就请您老受累处理了吧。我操！我真服了你这个老六。寺庙里的和尚到了，警察把何先森带进了警察局。在这里，何先森感觉跟着自己的诡异都消散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尽管在拘留所享受到了久违的平静，但是毕竟不是自己家，回家的路上就发现一个盒子孤零零的躺在路边。捡起来一看，上面还有一张纸。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盒子，不然会有大恐怖降临。后李健，故弄玄虚，真怕人打开，何必明晃晃的丢在路边，和录像带上的纸条一样，都是套路，看我丫给你埋起来。诡异缠身的何先森一路上也是历经磨难，好不容易到家，又用手机仔细检查这一天的门口监控，确认屋内没有歹人后，这才放心的进屋了。你可能觉得我大惊小怪，或者有被迫害妄想症，我和你说，这可不是什么妄想，这都是我的前车之鉴，要不是我如此谨慎，恐怕我也活不到23岁。电视传来了杂音，电视机上显示了一个熟悉的经典画面，空旷的地面中间有一口枯井。阿珍，是你吗？更诡异的是，刚才被自己埋起来的盒子正端端正正的摆在桌子上。何先森不敢在客厅逗留，慌忙的跑进了卫生间，镜子上被红色颜料涂满了特殊符号。还来不及纳闷，何先森余光瞥见客厅里这样怪异。何先森一溜烟的跑回了卧室，钻进了被窝。据热心网友说，被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结界，就连诡异也要望而却步。我叫何先森，今年23岁，家住翻斗大街翻斗花园2号楼1001室。我身边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按照民间的说法，那就是撞到不干净东西了。如果我的直播间真的有人，希望你能录下这段视频，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做出贡献。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何先森选择了直播？一来不想自己走得不明不白，二来万一直播间有高人，兴许还能救自己一命。直播捉鬼系统绑定成功，超级新手大礼包发放，观众选取中，礼包发放中。盒子已然出现在门口，检测到宿主正遭受生命威胁，请问是否启用新手大礼包？一旦新手大礼包启用，宿主与本系统不可再解除契约。你这终身绑定有点坑啊，我觉得我还可以。就在何先森犹豫之际，女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我操！下一秒自己就小命不保。我绑定，系统快启动新手礼包。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外面一切的诡异都消失了。超级直播套装发放完毕，无限寿命体质发放完毕，神奇的食盒发放完毕，魅力值100点发放完毕。何先森长舒一口气，感叹自己的大难不死。我操！哟呵，孙子，爷爷终于和你签订契约了。我他娘的从你10岁就开始跟着你，现在你都23了，整整13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为了签订契约，你知道我这些年都给过你多少宝贝吗？啥？你是说我从小捡到的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你给我的？你以为呢？可惜不是让你小子给扔了，就是送人了。可能和我的家教有关吧，不可以随便捡东西。那个小八卦盘是太极图，那4把玩具小剑呢？诛仙剑，那还有一本九转混元丹经也是真的喽？没错。随着何先森爆出一堆的东西后，他感觉自己仿佛损失了一个小目标。我操！那不是错过了好几个小目标啊？你逗我玩呢？
那不废话呢吗？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宝贝可以给你了，你只能通过直播任务来慢慢积累了。直播？你是说我还在直播中？何先生这才发现，这个直播软件他从来没见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此刻的在线人数已经爆了。这么有意思的直播，这么有意思的系统，真是好有趣呀！更高兴的是，我还看到了异世界的朋友，妙哉妙哉！各位先莫慌，系统现在应该站在我们这边。兰兰看主播表演就是，系统如果不收拾一下这个主播，我倒立拉稀。系统，这个异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些观众该不会都是其他世界的吧？多谢主人救命之恩。诡异缠身的倒霉小伙意外获得了直播捉诡异的系统，更夸张的是，竟然还获得了长生属性。系统，那我岂不是要不嘎不灭了？与天同寿。你只说对了一半，你虽然可以长生，但你并不是不嘎之躯。如果你受了致命伤或者得了致命疾病，照样嗝屁。啥？那我不是照样会挂掉吗？捉诡异可是个高危行业啊。放心吧，我给你留了一手，绝大部分的诡异都是遵循套路的，这是民法，一般的诡异都要遵循此法。那还好，不过万一碰到不遵循套路的呢？那你只能自求多福了。好了，我该走了，你慢慢研究吧。新手任务，请打开新手大礼包赠送的神秘食盒。奖励：百夫长黑卡每个月会自动结清此卡花费的费用。何先生望着系统奖励的盒子陷入沉思，他确实犹豫着要不要打开它。任务限时1小时，超时则任务失败，将有惩罚。什么惩罚？惩罚方式：使用奥利给。没想到系统玩得这么大。奴家终于出来了。姐姐，这个人为什么要躲在被子里呀？你们破坏了民法，不可以掀开被子害人，就等着下面的差人来抓你们吧。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把我害了，只能是罪加一等。我们并没有违反民法，因为我们掀开被子并不是要害你，我们是要报答你，你救了我们，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主人了。奴家苏小婉、苏萝卜，多谢主人救命之恩。虽然主人这个称呼很戳我的 XP， 但是我这人命贱，听不惯这么上档次的称呼。看你们的穿着，不如你们以后就叫我公子吧。就是不知道怎么供养你们两个啊。我们不需要供养，我们有公子的阳气就够了。不过公子不用怕，你是无限寿命，所以阳气也是不断再生的。这我倒是不介意，就是不知道怎么把阳气给你们啊。那当然是吸的喽。干什么啊？别亲我啊！你们有没有病菌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可是专一的绝种好男人。次日天明，何先生独自出了门，再狂炫一桶枸杞泡，感觉又满血复活了。虽然拥有了如此炸天的无限寿命的身体，但是虚了还要补一补的，谨慎终归是没有错的。兰兰宝贝儿，你在哪呀？我过来找你。没错，这个兰兰正是何先生的女朋友。你个混蛋，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你都失联多少天了？哎，我的兰兰宝贝，你别生气了，我这2天是真的有特殊原因。那行吧，我们现在正准备去黄山村探险呢，你直接过来就行。荒村探险，多么熟悉的恐怖片开头啊！系统啊，系统，你可别这时候给我发任务啊！完成黄山村探险，任务要求存活24小时，奖励随机技能1个，惩罚5。系统，你给我出来！我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怎么存活24小时啊？这和直接宰了我有什么区别？放心吧，这个任务并不是很危险，你只要挺过24小时就行。你只有多完成任务，我的业绩才会上升，只有这样我才能弄来更多的好东西给你。我最后建议你多听听水友的意见，兴许你的任务正是某个电影里的场景，祝你好运。你怎么才来啊？你又是走着来的，跟你讲过，
坐车哪有那么容易出事的？那都是小概率事件。概率小不等于没有概率，我这叫安全意识强。哼，真拿你没办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何先生。兰兰，你男朋友好帅呀，和照片上完全是两个人呀。那是自然的，不然我这100魅力点不是白得了吗？什么帅不帅的呀？他就那样，胆小的要命。在相互介绍以后，何先生认识了其他成员胡红红、张倩儿、秦叶、费全，于是一干人就进入了黄山村。黄山村是山村老师的背景地，里面的主角是一只女诡异，含冤而嘎，非常凶。这个我知道，这个女诡异叫楚倩儿，嘎人不眨眼的那种诡异。她的本体泡在河里，如果不和她相关的水源，应该能扛过去。看完弹幕，何先生决定这24小时内都不再喝一口水了，哪怕是自己带来的。黄山村不大，很快几个人就逛了一圈了。这天也太热了吧，而且这也没什么恐怖的呀。不是说黄山村曾经有66口人一夜之间被嘎吗？确有其事，不过都是几10年前的往事了。兴许我们半夜来个有感觉。嘿嘿，我知道黄山村后面好像有一个清澈的水潭，不如我们去游泳吧。我记得我们带了游泳衣。往上走吧，你喵的是不是有病呀？出来探个险，你带什么泳衣呀？你是生怕自己的盒饭凉了不好吃啊？小伙获得直播捉鬼系统，开始了和诡异打交道的生涯。而第一站正是山村老师里面的发生地黄山村。看着水潭嬉戏的几个俊男靓女，何先生则是一脸的无奈。我说你为什么不下水，也还不让我下水？我有种预感，这次探险注定不太平。我拦不住他们，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你下水。水塘里的众人则是嘲笑着何先生的小题大做。兰兰呀，就听你男朋友的吧，不然可是会溺水而嘎的哟。何先生没有在意胡红红的讥讽，他清楚4个人已经下了水，接触了女诡异诅咒的水源，就算是被缠上了。什么？你说诡异？别闹了！哼！我没和你闹，你听我的，我不会害了你，只要我们熬过24小时就没事了。你可真能编，难不成你要捉诡异？不，我打算带你跑路。何先生不由分说就拉着奈兰兰离开了。尽管奈兰兰觉得丢下几个人不地道，但是也没意识到几个人真有什么危险。由于何先生不肯坐车，一路走到城郊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个老六，竟然带着自己的女人走了这么长时间。这样的女人，无论你抽什么风都愿意跟着你，真让人羡慕。羡慕加一。不过这样的好女孩为什么会选中这么狗的一个男朋友呢？唉，你说咱们就这么走了，他们几个不会怪我不辞而别吧？不会的，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可能已经出了意外了。你别过来！就在何先生和奈兰兰路过一处工地的时候，一根钢筋从天而降。我操！好险，你没事吧，老婆大人？看来诡异还是缠上咱们了。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不过你的身手怎么这么好啊？你小时候送过我一本9转会员单经，我闲来无事就跟着练了练。之前系统拉拢何先生送给他的东西，大部分都让送给奈兰兰了。此时何先生家中的苏小婉和苏萝卜也在好奇，这么晚何先生怎么还没有回来？姐姐，要不要咱们出去找一找？这样不好，咱们只是鬼仆，不能干涉主人的生活，他没有交代的事情，咱们不好擅自做主。唉，好吧，那我们再等等。而不知何去何从的何先生，只能向直播间的水友求助。没接触过诡异污染的水源，诡异对你们的影响就不大。楚倩儿害人都是用幻象，如果你们能扛住恐惧，应该就能活下来。先生，你也喝点水吧，都跑了一天了。兰兰，这水你喝了？哪来的？是村里的水吗？村里哪有水啊？这是我自己带的水，都买了半个多月了，有什么问题吗？何先生听说是提前买的水，这才稍稍安下心。先生，你看你后面怎么有个奇怪的女人？何先生回头看去，却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手里的水，我操！农民三犬，你果然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完了，你女朋友好像中招了。直到这一刻，
兰兰才相信了何先生的话，真有诡异。兰兰，你听我说，你现在中招了。不过诡异不能对你造成物理伤害，只能通过幻觉让你自己伤害自己。记住，一切都是幻觉。先生，我怕，他还在你后面。别怕，兰兰，有我呢。何先生将手里的水一饮而尽。冲我来，别伤害我女朋友。话音刚落，女诡异就给何先生来了个贴脸杀。主播，快听上去，只有真爱才能战胜这个女诡异。没错的，主播，现在你面前的不是诡异，而是你的女朋友，是诡异给你造成的幻想。何先生闭起眼睛，想象面前的就是自己的兰兰，一咬牙，直接给女诡异来了套法式施吻。主播，该说不说，你是个人才啊，还真能下得去口。等何先生再睁开眼，果然面前的就是那兰兰，媚眼如丝。讨厌，大庭广众的你就亲人家。环视四周，已经不见女诡异的影子了。先生，那个女诡异已经消失了吗？不确定，24小时还没到，不能掉以轻心。于是又找了一个长椅坐下。稳妥起见，今晚我不睡了，我就在这里看着。你睡吧，兰兰。要不还是你先睡吧，我身手比你好，体力也比你强，你应该快熬不住了吧？你这是在看不起我的体力吗？若不是现在情况紧急，我一定与你大战300回合。讨厌，不害臊你，懒得搭理你，那我先睡会。就这样，何先生一直警惕地看着四周，慢慢的路上的人也少了，直到凌晨3点，黎明破晓之际，女诡异再次回头。我操！只要自己一打盹，就感觉女诡异离自己近了一点点。主播坚持住，我们陪了你1晚上了，你可千万不能在这里倒下呀！女诡异的怨气被你一个吻给散去大半，她撑不了多久了。只要你坚持这最后5分钟，你就可以取得胜利了。就在女诡异近在咫尺的时候，任务时间结束，捉诡异启动。何先生终于熬不住了，高度紧张的精神使他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了。何先生，性别呢？年龄23岁，清北大学商业系毕业，父母于3年前亡于一场车祸。甭想瞒着我们，说吧，横嘎在黄山村的4个人和你什么关系？啊，真的都嘎了？说实话，我和他们不熟，我是陪我女朋友去探险的。没那么简单吧？6个人去，只有你和你女朋友活着出来了，其他人都嘎了，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那我说是女诡异干的，你信吗？你小子给我严肃点，别逼我给你带回局子里，用大记忆恢复术你才老实交代。我说兰兰，要不咱们出去玩吧？我家真没有什么。你家有什么？没什么，我还不知道吗？少废话，今晚住你家，赶紧开门。主人，你回来了。6个年轻男女去荒村探险，结果挂了4个，只回来2个。因为系统加持，侥幸脱身的小伙被鼠鼠队长盘问了半天，最后因为没有作案动机和时间，留下联系方式后就被放回家了。陈队，那4个人嘎得不明不白，就这么让何先生走了吗？咱们没有证据，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事和他脱不了干系。以后多留意这小子，他身上还有故事。何先生不知道如何向女友奈兰兰解释，自己屋里还有2只女诡异，不料竟是自己多虑了。因为经过黄山村的事，奈兰兰已经接受了这世界上有诡异的设定，再加上2个鬼仆身世可怜，很快1人2诡异变得无话不谈。你们吸一次阳气能维持多久？小小吸一口可以维持3天，猛吸一次可以维持半个月。不过一般的人扛不住猛吸阳气。那这个狗东西被猛吸一次，多久能恢复？因为公子有无限手术，异于常人，猛吸1次1小时可以恢复。那别客气了，咦，大口吸，你们俩先吸他半个月的。女主人发令，苏小婉和苏萝卜姐妹也不客气。何先生瘫倒在沙发上，1人2诡异就出门逛街去了。作为500强企业家的千金小姐，自然不缺钱，更需要的是陪伴。何先生狂炫2包枸杞后，精气神终于慢慢恢复了。真是3个女人1台戏啊，以后可有我受的了。新任务完成笔仙仪式，奖励神秘小礼品，任务时效24小时。这么快又来任务了？你比996还996。对了，我上一次任务的奖励还没有给我呢。奖励随机技能，跑得快，
你将获得更快的奔跑速度。该说不说，这个技能太实用了，我这人就怕卡，这可是能保命的技能。请天黑后赶往翼龙小学触发任务，道具发放，笔仙指定用笔，怨气加持，召唤笔仙成功率100%。还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道具你都有，不过笔仙游戏一个人可玩不了，还得再找个人。有了。喂，是陈队长吗？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诡异嘎人。今晚8点，翼龙小学门口见，有惊喜。陈队，展示诡异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还带个女人来啊？你小子是不是瞧不起女人，不服咱们2个练练？介绍一下，上官梦可是我们警队搏击高手，就连男警员都不是他的对手。好吧，不过丑话说前头，一旦发生意外，我可就自己跑了，顾不上你们哦。你小子别想耍人们花样，我今天就是来盯你的。哼！你这是？笔仙听说过吗？今天我就让2位见识见识。切，故弄玄虚。那我们为什么不在教室里，非要在外面呢？很简单，教室里不方便逃跑啊。陈队，这个翼龙小学20年前的大火，您应该清楚吧？以前这里叫红旗小学，20年前发生了火灾，可怜38名花朵救急已命。之后关于这所学校的怪谈就没断过。天哪，那些无辜的花朵们真是可怜啊！那岂不是这个地方阴气会很重啊？召唤笔仙就是要阴气重才可以，看来这下子有看头了。开始吧，工具我带来了。这支笔正是系统给的关键任务道具。陈队，我和他来，你在旁边看着。笔仙其实就是靠操作者的腕部力量控制笔的走向，就让我来戳破你的小伎俩。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若要与我续缘，请在纸上画圈。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几遍之后，果然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小姐姐，你要小心呀，笔仙已经来了，千万不要乱问问题，不然会与他结下因果的。我没那么无聊，我只想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笔仙，请告诉我圆周率第300位是什么？很显然，笔仙也被问懵了，一直颤抖着，半天写不出来一个字。何先生的策略很简单，他准备了几百道专业难题，想把笔仙拖住，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最好能一口气拖他24小时到任务结束。笔仙，那请你告诉我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定理是什么？随着何先生一道又一道的奇葩问题，上官梦终于受不了了。你闹够了没有？大晚上的我没时间陪你胡闹了，我要回去了。别松手，不然咱们都会被笔仙缠上的。扯淡，这都是你自己搞的，我没必要陪你疯下去了。等一下，小梦，你别松手。全队说话都带着颤音，因为局外人看见除了何先生和上官梦以外，还有一只手也握着笔。来了，真的来了！难不成真让这个老六靠这些奇葩问题拖住笔仙到任务结束？不可能，我就不信主播24小时都不吃不喝不上厕所。陈队，你也信这小子的胡话？问问题是吧？我来问。笔仙，我问你，我的姻缘在哪里？随即一个力道传来，笔在纸上画了个箭头，箭头直指何先生。好小子，谁的便宜你都敢占？上官梦用力地拉扯着手里的笔，依旧纹丝不动。臭小子，你手劲还不小。你看我像是在用力吗？上官梦看着何先生一脸的轻松，手臂松弛，很明显并不是何先生在和他较劲，突然加持在笔上的力道泄了，还在用力拉扯的上官梦一把就将何先生。我说什么来着？我之所以问那些奇葩问题，就是为了让他答不上来，好拖住他。现在好了，你的问题他回答了，接下来就是他向咱们索取代价了。那你能不能先从我的身上下来？不好意思。那你的方案就是一直用问奇葩问题拖着他，直到把他饿嘎了不成？24小时一到，自会有东西来收了他，起码先拖到天亮也好。话音刚落，一只手搭在了上官。我操！我早就说过了，出了意外我可顾不上你们了。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别人先走一步，你们保重吧。陈队，
你看他身上背着的是笔线簿。哦，没想到他人这么善良，为了我们的安全，自己背着笔仙跑了。诡异缠身的倒霉小伙被迫获得了直播捉诡异的喜好。这次他带着2名鼠鼠同志挑战笔仙，奈何笔仙太强大，在帮助女警脱身后，小伙果断选择英勇的跑路。3个人在寂静的大马路上狂奔，原以为诡异被何先生吸引走，谁成想这个笔仙居然会分身，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一个人背着你。陈队，咱们一直跑，真的有用吗？不知道，反正跟着那小子应该没错。不过这小子是真能跑啊！那是当然，谁叫咱刚刚获得跑得快技能呢？何先生没得意多久，就感觉自己的精气神正在被一点点抽干，就像被苏氏姐妹吸阳气一样。坏了，这笔仙能吸人阳气，这么跑下去不是个办法。直播间的大佬，谁能给小弟支个招啊？抱歉了，主播，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这笔仙能吸阳气嘎人，你们这个世界又没有道术可以镇压，所以，明年的今天我会给你烧纸的。1鞠躬，2鞠躬，3鞠躬，加速谢礼。你们这群人就知道看乐子，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我要是真变成诡异，就天天晚上扒你们家窗户去。主播，你或许可以去大旗下面躲一下，最好是机关部门的大旗下面。哦，看来直播间还是有靠谱的水友的，这个主意太好了。回头看向陈队和上官梦的时候，2个人已经被吸得七七八八了。前面就是市政，我们躲在大旗下，兴许诡异不敢靠近。领略到诡异厉害的2人不敢犹豫，卯足了最后一口力气，冲到市政楼下，正好3个旗杆，果然一道金光闪过，诡异被挡在几米开外，不敢靠近大旗下方。梦想还真让你给说中了。3个人这才稍作喘息，瘫坐在了地上。我记得你说过，坚持24小时就会有力量来解决掉这个笔仙。对，再坚持到今晚10点，一切就都结束了。好小子，你还有水啊？给我喝一口。喝水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少喝点，咱不能离开大旗下，想方便可就不方便了。这里都是探头，随地解决可是会被拍下来的哦。那你怎么活得这么肆无忌惮？那是因为我准备充分，穿了成人纸尿裤，我能解决在裤子里，你能吗？我操！我真的是服了你这个老六，人家捉诡异都是大威天龙，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狗？就在这时，几个路人双目无神地走了过来，似乎被什么控制着，奈何依旧无法靠近旗杆下方。自己过不来，开始控制普通人的心智了。好在傀儡人也靠近不了大旗。最后被控制的人精神力也到了极限，纷纷倒下。如此怪异的情景，就有热心市民报了鼠鼠。120拉走了昏迷的路人，来出勤的鼠鼠一看，竟然还是熟人。陈队，梦姐，是你们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闭嘴，别叫我的名字，马上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不得任何人靠近。虽然出勤的鼠鼠按照上官梦要求做了，但是事关重大，还是向上汇报了。结果来了一大群鼠鼠，领头的更是陈队和上官梦的顶头上司赵英豪。领导，您怎么来了？这里人多，我给你们留面子，跟我走，先回去再说。见识过比先厉害的2人只能默不作声，半步都不敢动。赵伯伯消消气，他们2人也是有苦衷的，等今天晚上10点一过，他们才能离开。你又是谁？你认得我？我是那兰兰的男朋友，有幸在他们家见过您的照片，说您和他们家是故交，您相信我，就让我们在这里等到晚上10点，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你小子有点意思，打我2个属下耍的团团转，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那我就不和您藏着掖着了。于是何先生干脆把自己有个捉诡异系统和被迫直播给异世界观众看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我操，别人有系统都是藏着掖着的，这小子却和别人说了出来。果然是个奇葩，不过更让我感兴趣了。小伙子，你说这话恐怕很难让我相信啊。领导，千真万确，这都是我和小梦亲身经历的。闭嘴，还嫌给我丢的人不够吗？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持有配枪的警员突然掏出配枪，对着旗杆下几人就开了枪。好在没有打中，被周围的鼠鼠迅速控制住。他这是怎么了？被诡异操控了。好在咱们国家治安好，普通出勤只有少部分人配枪，否则咱们早就挂了。赵英豪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事实发生在眼前，不得不信。所有配枪人员立即撤离，通知武中部、市政门前一级戒备，所有出勤人员禁止携带武器。很快，一大群武装力量就将市政门前团团包围。
赵英豪，你老小子在干什么？如果你不说清楚，可别怪我发火了。介绍一下，这是崔福生，武装部总指挥。小何，你自己和他说吧，我得缓缓，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听完何先生的介绍，起初崔福生也是不置可否，但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接近夜里10点，狗急跳墙的笔仙又控制几个人铤而走险后，这才不得不信。多亏了武装人员带来了帐篷，这才解决了陈队和上官梦的方便问题。时间终于熬到了晚上10点，折腾一天的笔仙终于在众人面前显出原形，在几声凄厉的惨叫声中被一道金光吸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就知道你能扛得住。打住，狗系统，我不想听你虚伪的奉承，老子现在只想回家睡个好觉。去开门看看是谁。哟，这不是上官锦花吗？找我有事啊？何先生，我身旁这位是方听白，我们奉令对你进行贴身保护。兰兰，这次去封门村可以说是凶险异常，这可是号称第一贵村，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去吗？我必须看着你，不然你的魂都被这2个女人给勾走了。兰兰姑娘，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是上头派来保护何先生的，我们是工作关系。保护我的男朋友，我自己能保护，你们请回吧。那我请示一下。不行，何先生的能沟通意见的能力对我们很重要，你们必须保护好他，不得有任何闪失，这是命令。是，长官。兰兰小姐，军令难违，我们必须和何先生一起去。我不为难你们，那咱们就一起去。我必须得看着这个狗东西，否则刚到第6集就得换女主了。公子，那我们也去。你们就别瞎掺和了，3个女人1台戏，那加上你们2个，我还活不活了？原来刚刚狗系统给何先生发布了去封门村给棺材下葬的任务，就这样几个人就踏上了第一鬼村之旅。这个主播真是牛啊！100公里骑自行车来的也是没谁了。那不是牛，那是狗，它怕嘎，不敢坐车。你们懂啥？小心驶得万年船，我还不想这么快发讣告。我知道你们身手都比我强，但是进去后安全第一，一定要小心。我们出发。一路无惊无险，直到接近村中心的时候，发生了诡异的一幕。上官梦，我现在需要你穿黑丝的照片，越多越好。何先生，你这狗东西，当老娘嘎了不成？你真是狗胆包天！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打算用上官警官的黑丝来悬赏直播间里的老六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那就不麻烦上官警官了，黑丝我也有啊，我还有萝莉、女仆、笔记。那能行吗？我可不是拿自己媳妇打窝的狠人，你对我留着自己欣赏。那我是不是也要拍一些黑丝照，以备不时之需呢？毕竟上头让我全力配合何先生。哼，狗仔，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区黑丝，我们不在乎。不过据我所知，这应该是狐狸迎亲，不过是娶还是嫁，那就要看棺材里面躺着的是男还是女了。好了，请私信发我黑丝照。何先生咬着牙，还是走到了棺材边上，里面躺着一个虎首人身的女人，肚子还高高隆起。在手接触棺材的瞬间，任务正式开始。女人的资料和下葬地点就被系统传送到了何先生的脑袋里，并同步到了直播间。主播，根据资料显示，棺材那边是个狐妖转世，嘎的时候还身怀6甲。据我所知，这个应该叫子母煞，凶险异常。我也正在给主播翻找资料，目前看这个棺材不一般，采用雷击木混合朱砂，公鸡血、黑狗血，可见里面的多凶了。2位黑丝照已私发，危险我已经知道了，诸位可有破解之法啊？悬赏10张黑丝照。直播间的这次的回复倒是空前的一致，没有。主播，我们这是真没办法，这种存在放在灵异小说里面，那都可以和主角打得翻天覆地了。再不济主角团也有高人助阵，你看看你们，纯素人啊！我们尽早动手吧，争取在天黑之前让这具棺材入土为安，到时任务就结束了。随即4人就将棺材抬了起来，分量可不轻，比料想的重多了。
我查了资料的功夫，主播怎么就抬起来了？抬棺不能有女人，阴气太重，都是男人，还得是阳气重的男人干的活。卧槽，那怎么办？我现在停下来，重新去叫几个男的过来。这可不行，棺材抬起后，直到下棺前就不能再落地。无奈4个人只好抬着棺材朝着任务目的地出发。先生，下葬的地方到底还有多远呀？在前面的半山腰上。这么远啊？这棺材这么沉，得走到什么时候啊？突然棺材一下子就重了很多，差点把4个人压死。兰兰，你这是犯了口忌，抬棺的时候千万不能说它的分量，不然会越说越加码，直到把我们压倒。那兰兰意识到自己大嘴巴闯了祸，赶紧闭上了嘴。就在走了几个小时，快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大波的狐狸。何先生，要不我们还是换条路吧？我看行。没那么简单，你们自己看，咱们后面。一旦你向前走，我怀疑这玩意儿会默认你同意了婚事。估计大家也没什么好的建议了，看我给他们来一套废话文学吧。狐妖所到之处不留活口，一夜之间竟将全村来了个消消乐。今天却碰见了个硬茬，一个自带直播系统的老六。何先生一行送葬小分队途经一处山路的时候，就遭遇了狐妖娶亲的队伍，进退两难，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何先生则表演了一出废话文学。从绕口令说到微积分，从高速运转的机器说到黄龙江一派都带蓝牙，说的狐妖脑袋都快爆管了。我操！古有吕青后说嘎即无名，今有何仙森说跑狐狸精。哦，主播别太得意，估计狐妖不能嘎了你，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转世本体还在你们的棺材里。暂时解除危机的几个人继续向着任务地点出发，又走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到了任务地点。主播，我刚才查了一下女人不能抬棺的禁忌原因，抬棺最忌讳的女人来清洁，会引发尸变。兰兰，我没记错的话，你都是25号左右来亲戚吧？对，老娘我准时准点，量大管够。那上官警官和陶白白，你们是？我虽然刚来亲戚，但你放心，不会影响到工作。我也是刚来的亲戚。兰兰，千万别告诉我你的也是刚刚来了。没有，我刚刚没有来亲戚。我现在来了。主播你完了，不过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哎呦我去！我是千防万防，就是没有想到你们3个老娘们同时来亲戚。陶白白、上官梦、那兰兰连忙将何先生拦在身后。老板，你有什么应对之策没有？如果实在不行，我拖住他，你赶快跑。跑什么跑？能跑得了吗？你们看，咱们来时的路已经消失了，让我示范给你们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就说主播深藏不露，这是要放大招了。只见何先生铺好凉席，安详的躺好，并为自己盖上了白单。这种情况当然是要等死了。你们几个都带身份证了吗？到时候方便警察辨认谁是谁。这波操作就连狐妖都小脑萎缩了。我以为他是看破了，没想到他是看开了。这位先生还真是有趣啊！多谢狐妖姐姐夸奖，我这人除了长得帅，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有自知之明。劳烦姐姐等一下下手的时候轻一点，我怕疼。你们3个也别愣着了，躺下，我去给狐妖当夫君，你们仨正好当丫鬟。你为什么要叫我狐妖？你也觉得我是那种畜生吗？难道我叫拟人你才高兴吗？这说明在你自己心里都鄙视自己的狐狸身份，这我就不得不说你几句了。众生平等，作为智慧生物，应该对生命有着应有的尊重。像你这样，你对得起为你鞍前马后的这群狐狸吗？我没有，我只是……闭嘴！你太让我失望了。不过我觉得我说的话应该已经触及你的灵魂了。这样，你好好想想。我们先走了，改天我请你吃饭。站住！差点被你忽悠了，我是要嘎了你给我当姘头的，别想活着离开。小了，你太小了。什么小了？格局啊，格局小了。我们4个人，你为什么非要选择我当你的夫君呢？废话，就你一个男的。所以我说你格局小了，思维 out 了。政治正确懂吗？ LGBT 听说过吗？异性为了繁衍后代，同性才是真爱。容我给你介绍一下，姓陶名白白，黄武出身，
身体健硕，你娶她回家，绝对打得过小三，盖得了瓦房，走过路过不能错过。不满意没关系，再看这位，衙门出身，前凸后翘小蛮腰，我这还有他很多私房照，你可以先试用一下。就这样，何先生滔滔不绝地给狐仙推销美女，时间也快速地流逝。看来狐仙姐姐都不太满意，那我只能忍痛割爱了，将我的心头肉让给你了。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名为纳兰兰，书香门第，家里更是有花不完的金山银山。哼，你小子完了，待会就算狐妖不嘎你，我也得嘎了你。虽然知道他是在拖延时间，到任务结束，这是他的惯例了，可是他这嘴脸好尖啊。你们还别说，听他说了这么大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你小子说的很有道理，我决定了，不选了，干脆你们就都留下。狐妖姐姐，我知道你要搞我，但是临去前能不能让我抽支烟？我马上就要成为你的丈夫了，你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家庭不和谐吧？我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你们再坚持一下，我抽支烟就来陪你们。几个女人的脸色越发难看。到了。什么到了？我的任务时间到了，你的4期也到了。都说反派嘎玉话多，你的话虽然不多，奈何我的话多。拜拜了，您呢？能打有什么用？有钱有什么用？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要靠我？靠你是吧？你不是还想把老娘让给狐仙吗？你看我今天不打嘎你。何先生，我们是派来接你的。接我？用得了这么大阵仗吗？很抱歉，我无法回答你任何问题，但是跟我走，你能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第7集完第43章正负能量。小伙仅直播了3场，竟能惊动上层，大批武装人员将小伙带到了神秘地点。崔长官，请我来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搞得我好像比拉登还扎飞似的。这不是让你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吗？你们刚才经历的一切，陶白白的胸前记录仪都已经给我们拍下了。咱们有专门处理和研究异能的部门，这位是王教授，对你们很感兴趣。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对抗与利用诡异能力，但是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就是因为我们和诡异力量之间缺少一个媒介，所以我们想通过你来解开诡异世界的神秘面纱。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其实我对诡异世界也是一窍不通。看得出来，简单说，这世界分阴阳对立，换作科学一点的叫法就是正负磁场，我们则以能量给它们命名为正负能量。当两种能量相遇，则会产生影响，就是人们常说的撞鬼。没错，影响是相互的，如果正能量足够多，则可以消灭负能量。如果对诡异世界了解的足够多，我们甚至能制作出对付诡异的武器。那我能做什么呢？我们缺少资料和数据，而这些都只能从你这里获取。我们会安排更多的人协助你的同时，也会记录和收集有用的信息。对了，小何，这次回来上官梦和陶白白身上携带了不少负能量，我们需要分析和采样，顺便让他们休息几天。接下来我安排2个人跟着你，进来吧。报告，首长好，琅琊大队云志，李罗向您报道。接下来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何先生，并且配合他执行一系列的任务，不得有任何闪失。是。可以啊，小子，现在都配上警卫了，多亏了我了吧？不然你哪有这样的待遇？你还好意思说？相对于现在的出生入死，我更喜欢以前的生活。要不你离开我怎么样？你想多了。这是你上各任务的奖励，是皇帝陵寝地宫图。厚礼谢，你给我这东西有什么用？该不会指望着我去探宝吧？上次的兰亭序你不是很喜欢吗？我就投其所好了。至于你要去干什么，和我无关，别耽误任务就行。这次任务比较简单。都市冒险任务，任务躲过众鬼追杀，奖励神秘礼包，惩罚无，任务限制时间无。祝你好运。这老小子跑得还挺快，刚没做几个任务就来了一波追杀。何先生看着2个健壮的小伙子，倒是多了几分信心。于是3人便离开了秘密指挥室。何先生，咱们接下来去哪里？先去吃个饭，洗个澡，捏个脚。
一顿饭下来，可把云志和李洛吓够呛，足足花了30个 W。何先生本来就不是一个拮据的人，再加上都有系统送的百夫长卡买单，不吃白不吃。放心吃，我不会和你们要钱的，反正都是系统买单。两个人接受任务前都充分了解了何先生的资料，也知道他所说的系统为何物。朱伯，我也想体验吃鱼子酱一口一盒是什么感觉。抱歉了兄弟，没办法一时间面基，不然我高低请你们所有人一条龙。二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该办正事了，走吧。云志和李洛二话不说就站起来跟陈宇出去了。你们不问问我们去哪里吗？我们只服从命令，不该问的不问。Good， 有你俩，我心里踏实。尽管是躲避诡异追杀，但是系统不可能让陈宇找个地方龟缩起来，否则全无直播效果。到达目的地时候，已有3对青年男女等候了，一看就是纨绔子弟。不过不稀奇，普通人家的孩子这个年纪都工作了，哪有时间闲逛啊？你就是何先生？你就是费文杰吧？幸会，幸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何先生，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不过兄弟你挺有盘面啊，还带俩保镖。也不能算是保镖，都是朋友，出来耍耍。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你们的游戏，叫什么游戏来着？招鬼游戏。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这人是特殊体质，我一旦参加通灵游戏，基本上都得出事，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玩。哼，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为了等你，我们在这里站了半个多小时，你骑着破自行车迟到也就算了，突然说不玩了是什么意思？看来这位姑娘还挺执着啊，那我可不能扫大家的雅兴。咱们继续。有句话叫好良言难劝那该死的鬼，你们舍得嘎，我就舍得埋。文杰，人家大半晚上的陪你出来玩这些游戏，你到时候可要给人家买包包。好，给你买。何哥，这个女的好像看不起你啊。不用在意，就是看咱们是骑自行车来的，势利眼。电影里这样的配角都是炮灰，劝也劝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今天我们来玩见鬼试法，道具都在这儿了，你们挑吧。还真着急去尝尝孟婆汤的咸淡啊！寿爷、施泥、2面镜子、白饭，你们准备的还真齐全啊！温杰哥，救救我，不要抛下我！你这个女人，别连累我，赶紧离我远一点。纨绔子弟不信邪，半夜玩通灵游戏，热心小伙好言相劝，却遭冷嘲热讽。哼，你这个骑自行车的土鳖，来得晚，平时还这么多，不想玩就滚蛋。我也没准备参加，不过我这2个朋友感兴趣，那就让他们陪你们玩吧。何先生，人来了却不玩，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吗？你算老几啊？我老婆是纳兰集团的千金，我身后还有2个兵王，我给你的毛线面子。纳兰集团就是全球500强的那个纳兰集团。没错，给你们2个选择，要玩就和我这2个朋友玩，要不就谁都别玩。行，既然何哥不敢玩，那就咱们自己玩。不过我也给何哥一个建议，下次最好晚上就躲在纳兰小姐的怀里，免得出门碰见诡异。下次好言难劝该死鬼，主播都这样说了，这群富2代还要玩？费文杰则穿上了寿衣躺着等，另一个叫陈云海的则将木地泥巴敷在了眼睛上，也不怕微生物感染。出言讽刺何先生的假名媛飞雪则选择了对着镜子梳头，相传半夜梳头，通过镜子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脸或其余人则敲击着插有3炷香的白米饭碗，寓意请诡异吃饭。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唉，文杰哥，我都梳了这么长时间的头发了，压根就没有用啊！费文杰也按耐不住，什么啊，浪费时间，这世界压根就没有诡异。宝贝，我们走，我在酒店开好了房间，今天晚上你也累了，我回去好好的奖励你一下。讨厌。其余几个人也觉得没意思，丢掉道具，踢倒饭碗打自己去了。何哥，我感觉有东西盯着我。何先生，你们串通好了吧？你觉得能吓到我吗？我没那么无聊，不过你们请诡异吃饭，又把饭碗给踢倒了，换做我是诡异，我肯定生气了。装神弄鬼，小爷不陪你在这儿胡闹了，你们慢慢骑着自行车回市区吧。然而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富2代们开过来的3台车都无法启动了。我说什么来着？看来有东西不想让你们离开，10几公里，
这下子看你怎么回去。就是何哥，还笑话咱们骑自行车来的是土鳖，这下子都蔫巴了吧？云海，打电话叫人来接我们。文杰，手机没信号。文杰，这可怎么办啊？我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一直盯着咱们，我可不想在这里过夜。何先生，我出钱买你们的自行车，你说个价，多少钱都不卖。有本事你们就来抢，我这个两兄弟不把你的奥利给打出来，都算你拉得干净。费文杰确实有不卖就直接抢的心思，奈何实力确实不允许。就这样，前面3个骑车的，后面6个跟着跑。何先生也是慢慢骑，就在6个人面前晃悠，明摆着故意在气他们。主播真的很狗很贱，我都想打他。如果有幸能去到主播的世界，我一定锤死他。我手机呢？何先生看见飞雪的手机就在自己的胸前挂着，可他就是看不见。诡异遮眼，因为我没有参加游戏，所以我看到的和他们不一样。李洛，你看飞雪胸前挂的是手机吗？何哥，他胸前什么都没有啊。在这里啊。飞雪看见自己的手机就掉在身后不远处，而在何先生的眼里，那却是一沓冥币。不好，这是买命钱，如果他拿了，命就没了。等一下。飞雪姑娘，那个手机就那么重要吗？能有命重要吗？我劝你还是别捡了。你个土鳖懂什么？老娘这是iPhone X S Max，价值1万多呢，你说不要就不要。就当飞雪捡起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变成了冥币。看来诡异已经开始对你们动手了。你拿了诡异的买命钱，你的命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现在开始，你们离我50米远，我可不想被你们连累。文姐，我怕。去你丫的！你都着了诡异的道了，离我远一点，别害老子！被踢倒的飞雪更没说一句话，却背对着众人唱起来奇怪的歌谣。正当几个富二代回头的时候，发现何先生一行人早已经跑远了。卧槽，这小子跑太快了，别愣着了，逃吧。那飞雪怎么办？他中邪了，别管他了，保命要紧。何哥，那个姑娘怎么办？2万，你小子该不会是想去救人吧？我劝你别多管闲事，诡异的力量比你想象的可怕。我不能见死不救，英志，你继续保护何哥，我去救人。李洛，你听我说。云志，你也别叫了，你叫不住他。这个李洛，何哥你别介意，他人哪都好，就是心太软。对人心软是好事，可惜现在飞雪已经不是正常人了。希望李洛那小子命够硬吧。你如果念及同袍之情，可以去帮他，我不拦你。我有命令在身，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我相信李洛能全身而退。又骑了一会，何先生发现情况不妙。不好，别骑了，我发现咱们遇到了诡异大强了，再骑下去恐怕要累死在路上了。我也发现了，我们好像一直在绕圈。走，回去。刚才路上我看见一家汽车旅馆，先在那休息，等天亮咱们再回城。何哥，咱们住小旅馆会不会不安全？你说的也是，要不然我去住旅馆，你继续往前探探路。这还是算了吧，我突然觉得汽车旅馆也没什么危险。何哥，我是陈云海啊，我好害怕啊，我能和你们一起住吗？何哥，何哥。经常撞鬼的兄弟都知道，最难的就是克服内心的恐惧。只要你害怕，诡异就有了可乘之机。何先生和云志2人就遇到了诡异大强，决定不走了，找了个街边旅店，打算先熬到天亮。身份证没带，2个人登记1个的也行。他也没带。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可是正规旅店，没身份证。没身份证怎么了？对吧？出门在外难保遇到不方便的时候，做生意要以人为本嘛。房卡您拿好。拿到房卡的何先生却迟迟没有回房间的意思。何哥，咱们不进去吗？等人，一会那几个公子哥肯定也得来这里落脚。这个荒村野路就这一家旅店。果不其然，不大一会，乌泱泱的几个人就进来了。其中还有李洛，背着昏迷的飞雪。李洛见到何先生面露愧疚，自己本来是上头派下来保护何先生的，自己却丢下保护目标去救一个不相干的人。几个人也都订了房间，由于飞雪已经诡异上身，没人敢和他一间，所以只有他自己住一间。对不起，何哥，
你不用和我道歉，我知道你是好心。不过我相信，如果你和诡异打交道久了，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看来这个诡异的玩意还真让你给背过来了。何哥，你在不在啊？我是陈云海，我好害怕呀，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住？陈宇则示意两人不要硬打，果然敲了一会，门外就没了声音。幼稚，骗我开门也不换个美女来，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给男人开门。云志，你去把这个灯泡换上，这都是诡异制造恐怖氛围的小把戏而已。何哥，你出门还带灯泡啊？有句话叫恐惧来源于准备不足，我这还有好多灯泡呢，我能跟他耗到天亮。就这样，在来来回回的光源争夺战之中，还是诡异失去了耐心，结束了这场拉锯战。主播这脑回路确实异于常人，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要么出门，要么留在房间里。正常人谁能想到出门带这么多的灯泡啊？那你们怎么不说正常人谁天天撞鬼啊？何哥，你不休息一会吗？你走的我头都晕了。不对，不对，太安静了，诡异不可能就此罢手的。兴许是诡异拿我们没有办法了呢。不是诡异拿我们没办法，我觉得是我们正处在危险中而不自知，很有可能我们现在所处的旅馆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险。那何哥，咱们赶紧撤吧。好，我们马上就走。那我去提醒他们几个离开。何哥，飞雪的房间是空的，看看其余的人的情况。何哥，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看不出来吗？那几个富二代被附身在飞雪身上的诡异给超度了。李洛一想到自己刚才一直背着这东西，就一阵的后怕。看你小子以后还敢乱救人不？不救了，何哥，我以后再也不瞎救人了。你以为你们不救这个小丫头，我就找不到你们了？我操！何先森和李洛都看向云志，一个大男人却发出了女人的声音。何哥，李洛。这时候云志才追上两人，原来刚才出门的时候，云志就在最后面，眼睁睁看着两个人带着另一个自己跑，一路上玩了命的追。一来是他担心何先森的安危，二来是他也不敢一个人落单。老赵，李洛和云志他们的信号已经消失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要不要去派人接应他们？看着大屏幕上已经消失的红点，赵英豪也是皱眉不语。不用，兵贵在亲而不贵在多。面对这种情况，人数多了只会添乱。正如小说里所说的，主角都是天命之子，有着过人之处。倘若什么人都能完成任务，那系统岂不是烂大街了？这下完了，主播，刚才诡异已经害了好几条人命了，这回又是乌云遮月，阴气大涨，肯定凶多吉少了。跑也已经没用了，现在还没有解除鬼打墙，一直跑下去也得活活累嘎，换一个死法而已。知道已无退路的李洛和云志还是没有忘记使命，那就是保护何先森的安全，就算嘎也不能让何先森嘎在自己的前面。你们两个退后，我有办法。何哥，不行，危险。放心吧，就这么一个草菅人命的垃圾诡异，还入不了我的法眼。小子，你很嚣张啊，那我就先嘎了你。这是什么情况？你完了，你破坏民法典了，你是不是忘了我没有参加通灵游戏？如果你要嘎了我，你就是违规了。确实，做游戏的时候是李洛和云志代替自己参加的。你这混蛋！原来主播一直都留在后手呢。我以为主播要祭天了，都准备去关了。主播，请收下我的膝盖。首长，李洛和云志的定位信号恢复了，胸前的记录仪也重新有了画面。第三预备小队命你2人迅速赶往保护目标身边。是。我不坐飞机，我连汽车都不敢坐，我还是骑自行车去吧。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可是去跑菜谷，你以为是去郊游吗？听说可以从北面绕过去，咱们慢慢骑呗。哼，少废话，小梦，咱们给他抬上去。困扰龙国多年的芯片公寓问题，竟被一个不着调的主播给解决。只因小伙有了直播桌诡异系统，而这小小的 U 盘正是完成任务系统的奖励，还有一份红房子夜未眠的原始手稿。
这份手稿我相信那些老古董们更感兴趣。不过这个工艺资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话虽如此，这可是我的，我可没说给你啊。小何，你说笑了。作为龙国人，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本来就是责无旁贷啊。当然，我们对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也是有特殊待遇的。这张神龙卡没有消费上限。除此之外，对你的保护等级再次提高。我把我们号称人间兵器的韩勇指派给你，确保你的安全。经过上次的任务，李洛受到了严重的批评。他丢下被保护目标却解救无辜之人，反而使被保护目标深陷危险之中。要不是何先生替他求情，他已经被送上军事法庭了。谢谢何哥替我求情。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还有任务？我要戴罪立功。你就不能盼着我多休息2天吗？主要是咱们已经休息快1个月了，再这么下去，我怕我都精神堕落了。也不怪李洛这么担心。现在保护何先生的小团体已经发展成7个人正2支诡异的组织了。为了满足住房需求，上级还特意给他们安排了一栋独立别墅。这几天女友那兰兰倒是提过结婚的事。兰兰，这个我觉得可以再等等。我现在虽然不缺票子，但是身份地位和你们家还不对等。等我段时间，等我提升一下，咱们就步入婚姻的坟墓，不是，是殿堂。几天后，系统的任务就来了，而这一次却是让何先生漂洋过海的去泡菜国。怎么，龙国的任务都满足不了你这老贼的野心了吗？这段时间积压的诡异任务都已经完成了，我想冲业绩就只能找点远途的任务了。难道你就不想进步吗？于是众人就收拾细软，赶往机场。何先生，要不是我家里有事，我就和你一块去了。不过你这狗东西在异国他乡给我老实点。放心吧，难道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纳兰小姐，我们会替你看好何先生的，他要是敢乱来，我就送他葵花宝典。辞别那兰兰，众人就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何先生的腿一直抖个不停，出门只敢骑自行车的他，第一次坐飞机都快吓尿了。何先生，咱们都已经落地了，你能不能松开我？何哥，接下来咱们去哪？听我指挥，咱们现在就去任务目标的地点。众人打车就来到了河边，正当其余人疑惑的时候，河里就飘过来一个女人，把那具身体捞上来。林志和李月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把女人捞了上来。很显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看着年纪不大，太可惜了，年纪轻轻的就走了，有什么事这么想不开啊？上官梦，你们2人给她换上这条红裙子，然后把身体扔回水中。主播这是嫌命长了吗？花季少女跳河自嘎，本就有莫大的冤情，现在还给她换上红裙子，这是怕自己嘎得不够快。对呀，主播怎么胆小怕死？他不应该这样做嘞。都别乱猜了，主播等一下应该会解释的。主播虽然很狗很贱，但是他做人非常有原则，他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入夜后，何先生就带着众人来到泡菜国的一家便利店。손님，어서 오세요。뭘 써야 하나요？打断他们的4指，留他们一条命。上官梦几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何先生，而韩勇没有任何犹豫，冲上前，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回荡在便利店外。直到回到宾馆后，几个人还在等何先生的解释，也包括直播间里的水友们。关于这次任务还是生存48小时，但是因为我的原因，这次的诡异太过凶悍，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害怕的现在可以退出。你知道，我们想听的不是这个。有2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家境贫寒，在便利店里打零工，和便利店老板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不成想这个男孩却是个软蛋。校霸来他们家喝酒，刚巧2个女孩也在，校霸们当着他的面给2个女孩下药，2个女孩就遭受了一群校霸的侵犯。那便利店父子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阻止，反倒是偷偷的离开了，任由2个女孩遭受凌辱。河中的就是其中一个女孩。对，她怀孕了，所以她绝望的选择了自我了结。我冒着增加任务危险程度的风险给她换上红衣，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诡异的力量，好让她能在24小时内报复那些禽兽。何先生，我支持你的做法。因为任务的原因，我也是他的目标之一，所以我才说我也没有把握能全身而退。畜生，一群畜生，连畜生都不如。我这次一定要倾尽自身之所能帮助主播，我一定要让他完整的挺过24小时。我们和主播的偏见先放在一边，这次我一定要帮主播。就在直播间义愤填膺的时候，屋里的灯突然熄灭了，一个回忆女人出现在房间。主播莫慌，经过我的长久观察，你们这个世界虽然没有道术存在，但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心怀正气，阳气旺盛，抛开心中的胆怯，他就伤害不了你们。伤害过你的人都在这张纸上，你现在是选择继续和我纠缠，还是先去报仇？
你自己决定，你只有24小时。감사합니다。然后屋里就恢复了正常。何哥，难道诡异也分好坏？诡异就是诡异，只有害人的诡异，没有好诡异，那只是他刚死尚存的一点点人性，不过很快也将消失殆尽。一个龙国主播却在泡菜国维护起了正义，彰显大国风度，决定帮助惨遭多人凌辱的女诡异复仇。校霸团体几乎全灭，除了为首的朴朴乐。姑娘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知道你也是侵害事件的受害人之一，你的朋友已经失去生命了，我是来帮你的。想问问这个朴朴乐到底是什么人？因为系统有同声传译功能，所以何先生可以和女孩无障碍沟通。他不仅是这里警察局局长，欧巴，你真会替我和慧恩姐姐主持公道吗？会的，只不过不是通过你们泡菜国的法律。怪不得红衣诡异一直在警察局门口徘徊，原来朴朴乐就在警察局里。尽管泡菜国的国运之气微如弹丸，但仍然不是诡异能突破的。一定是接二连三有人出事，让这人渣产生了警觉，躲在他老子的警察局里了。那可怎么办啊？诡异的剩余的时间不多了，24小时一到，他想复仇就再没有机会了。各位水友们，有什么好方法没？我等的花儿都快谢了。不妨改变一下策略，诡异进不去，不如让他出来如何？这小子不是傻子，他怎么可能会出来嘞？如果一把火烧了这个泡菜国的警局，就不信那小子愿意当烤鸭。这个办法好，韩勇，你去准备东西，咱们制造一场火警，把姓朴这孙子给逼出来。何先生，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再插手了。如果诡异在这里把任务时间耗光，你就直接完成任务了。如果你帮他完成复仇，那么他将用剩余的时间反过来追杀你。这么做，我虽然能躺赢，但是我却不能心安理得。按照我说的做吧。何先生，你是个爷们，我这就去放火。主播，你虽然很狗，但是我敬佩你。敬佩加一，你是龙国带把的爷们。主播，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你是个5秒阵男人。警察局就燃起熊熊烈火。 이곳에서 화재가 발생했으니 빨리 떠나자. 이것은 닿기 위험하구나. 누군가 나를 찾아 복수를 할 거야. 지금 떠나지 않는다. 너는 곧 죽을 것이다. 됐어. 죽으면 죽어. 陆陆续续的警察局就开始疏散人员。何哥，你快看，那个朴朴乐出来了。猴小子，你坏事做尽，是时候血债血偿了。红衣诡异急速冲向朴朴乐，突然朴朴乐的手不受控制的抓住了自己的铃铛，越抓越紧。 얘야, 너 지금 뭐야? 빨리 손 떼. 一声暴喝，朴朴乐就把自己的铃铛硬生生的给扯了出来，这可吓坏了周围的所有人，也包括何先森团队里的男性，感觉自己都有点隐隐作痛。看来这小子已经小命不保了，我们还是先回酒店吧，为接下来红衣诡异的到来做准备。大家都清楚，即便是自己帮助女诡异完成复仇，但是干掉何先森是接任务那一刻起就植入到诡异脑海里的执念。回到宾馆后。 何先森提议将自己和上官梦以及陶白白3人绑起来，以防止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要绑你一个人的就够了，绑我们2个干什么呀？他那身红裙子可是你们给他换上去的，已经和他产生了因果，这是诡异嘎人的原则。好你个何先生，原来你早就算计好老娘了。那他还是被李洛和云芝捞上岸的呢。没错，不过最后又给放回河里去了吗？没有产生因果。 听完这话的李洛和云芝倒是长舒一口气，得快点了，那个红衣诡异已经找到楼下了。要说捆绑，这可是兵王的必修课，3下5除2就给何先森绑了个结结实实。我觉得陶白白和上官梦都接受过专业训练，绳索逃脱也是手到擒来。保险起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岛国生意呢？主播真是太懂我们了，我们就喜欢看岛国生意。我已经开始欣赏这个狗主播了。 很快3个人就都捆绑好了，是要多结实就有多结实。何先森倒是无比的满意，就是上官梦和陶白白感觉有点尴尬。我们被绑成这个样子，要是想上厕所怎么办？憋着，4个小时而已，实在不行就原地解决。韩勇，记住我和你说的最后一道保险。果不其然，接下来的时间里，诡异就发狂的轮流上身3人，奈何被绑得实在是太结实。就在诡异的暴躁之中，时间也一点一点的接近最后的时刻。 无计可施的诡异似乎也放弃了挣扎，越来越安静。最后屋里的闹钟就陆陆续续的响了起来。李洛长舒一口气，就打算给何先森解绑，却被韩勇给制止了。何先森说的最后一道保险还没发生，谁也不能松开他们。时间都到了，任务结束了，懂吗？
就是韩勇，结束了，赶紧给我松绑。其实我也没准备什么最后的保险。与此同时，房间的门就被敲响了，并用龙国语对内喊话：警察，里面的人赶紧开门，我们已经掌握你们伤人和纵火的证据了，不要做无谓的抵抗。韩勇，赶紧给他们松绑，我们得马上撤离。谁敢动他们身上的绳子，我就要谁的命。你怎么这么较真啊？不是你胡闹的时候，再不闪开，别怪我不客气。我最后说一遍，谁敢解绑，谁就死。3个人就这么对峙了起来，内战一触即发。门外警察的敲门声越来越局促，马上就要破门而入的时候，一道奇怪的手机闹铃声响了起来，敲门声也戛然而止。原来这一切都是诡异制造的幻象，门外压根就没有警察。诡异想利用幻象制造时间差，让几个人提前松绑。감사합니다。你们2个多和人家韩勇学习学习，要不是韩勇坚持，恐怕我已经被你们俩害嘎了。要不说人家号称人间兵器呢。好小子，躲避诡异追杀的任务你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第2个任务，前往异世界。一群普通的人类置身于怪物林立的异世界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何先森一行人完成了泡菜国捉诡异的任务后，就进入了第2个任务，被系统穿越到了异世界里。何哥，这个异世界怎么和咱们的世界大差不差呢？那你想象的异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各种奇怪的建筑、植物，甚至是怪物。我操！众位客人，经理得知有贵客到，盛情邀请你们参加午宴。各位水友，各位高人，这个怪物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禁忌吗？鉴于你上个任务的大义凛然，我就勉为其难地告诉你，只要你不和这家伙对视，就不会有危险。于是众人就跟着去赴宴。何先生，这地方太诡异了，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我也不知道，系统得2个小时之后才能告诉我离开的方法。既来之则安之，记住不要和这怪物对视。原本韩勇3人计划一拥而上，还有制服怪物的可能，直到来到餐厅后，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屋子怪物，就算大漂亮国队长来也够呛。尊敬的高人，你的眼睛怎么了？抱歉，我最近得了严重的白内障。其余人也纷纷效仿，就怕与怪物对视。尊敬的高人，听说你们是从东方来旅游的，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东方的特产。大家偷瞄了一眼，差点惊掉下巴，竟然是满满的一碗蛋白质。卧槽，何哥，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太恶心了！这是咱们东方的特产吗？别声张，就当是香米了。大家看着碗里的东西，强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感谢您的款待，可是我得了白内障，最近正在吃中药，我要禁食3天。非常抱歉，我得了口腔溃疡，医生告诉我不能吃东西。抱歉，我来了亲戚，不方便吃。抱歉，我也是，不能吃饭。卧槽，来亲戚不能吃饭，难道你们以前都是饿7天的吗？嗨，我操！很抱歉，我嘴受伤了，现在也不方便吃东西。卧槽，你这个老六，为了不吃这东西，对自己也太狠了吧！李洛，咱们都不吃，那就太不给面子了。如果怪物发飙，我们就玩完了。我直播间的水友说，这东西没有毒。这是有毒没毒的问题吗？主要是这玩意看着恶心啊！尊敬的经理先生，没有能品尝到你们准备的美食，我万分抱歉，就由我这位朋友代替我们吃完吧。那好吧，开吃吧。此刻的云志想嘎的心都有了。尊敬的客人，请您品尝我们店的招牌菜。云志闭眼将东西吃下，都没敢多咀嚼几下，随即2行清泪落下，看得众人是既心疼又好笑。客人，我们的东西还吃得习惯吗？不错，味道好极了，感谢款待。好吃你就多吃点。如果是我宁愿嘎了也不吃这么恶心的东西。这个李洛是条汉子，但是以后我已经无法直视他了。最后，在李洛又吃了一大堆的不可名状的美食后，终于结束了这场午宴。既然客人来了，就先别走了，我们好好款待你们。你们就住1楼的客房啊。经理先生，我们喜欢住高一点的地方。没问题，3楼也有客房，你们保护客人上楼。很显然，这些怪物并不打算放了重点，看似保护，实则是怕几个人跑了。这些人看起来很美味，一定比那些蛋白质可口多了。看好他们，明天就先把那2个女的断了。回到客房的李洛就跑到卫生间里大吐特吐起来。逃离这里的方法，系统已经告诉我了，很简单，凌晨12点从阳台跳下，并且嘴中大喊逃脱，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选1楼的原因，1楼没有阳台。何哥，还要等到半夜12点啊！我真是1分钟都不想多待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阳台的门口有3个怪物把守，我们需要出发前一刻解决掉他们。咱们6个一拥而上，我有50%的把握能干掉他们。够了，那就值得一试。很快时间一点点流失，时间就快接近12点。马上12点了，准备行动。云志，你去邀请那个母怪物跳一支舞，牵制住他，咱们的胜算更高一些。怎么又是我？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不是我选的你，你没有看出来吗？中午吃饭那会，他就对你有意思。还有，这是命令，你必须去。李洛心里暗骂一声狗贼以后，只能走到怪物面前邀请怪物跳舞。果然，怪物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不过因为怪物太高，2人跳舞的画面让人不忍直视。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好多。小伙一觉醒来，竟置身在一座破旧的医院里，窗外则是无尽的黑暗，而他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活下去。我是在哪儿？这里是诡异空间，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是生存。就在刚刚，何先生一行人完成异世界逃脱任务后，就被传送回了泡菜国，唯独何先生被传送到诡异空间。护理蟹，何哥不见了。就我一个人，你是不是在搞我？你不是好人歹啊！难度越大，系统收益越高，你的任务奖励也就越丰富。我可都是为了你啊！最后祝你好运。我操！狗系统，你给我等着！看来这次主播要置死地而后生啊！这么多妖魔诡异对你都没办法，你肯定可以的。不过主播你放心，入区后汝之妻子无养之。冒险者是第一次进入诡异空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抽取天赋的资格。恭喜冒险者获得 SSS 级天赋无限推演。无限推演可以帮助冒险者推演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每次推演需要消耗宿主一定的精神力，心中默念开始推演即可使用天赋。目前冒险者的精神力为50%。虽然还不了解这个技能干什么，但是光凭 SSS 级就一定很牛掰。副本即将开启，请冒险者做好准备。副本名称名一，副本简介：你发现身边的病友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但当你询问周围人时，他们都坚称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位病友。你非常担心，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突然消失不见。通关条件：一、完美级，调查出崇山医院背后的真相，并抓住不可言说；二、优秀级，成功逃离崇山医院；三、普通级，在崇山医院存活1个月。厚礼蟹，以前的任务都是24小时，这次竟然是1个月，那就先试试这个 3S 技能吧。开始推演。你从床上爬了起来，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这是一个特护病房，窗户外有栅栏挡着，栅栏非常牢靠，想从窗户里逃脱根本不可能。地面散落着衣服，病房的大门也是从外锁住的，无法打开。你搜索床头柜，翻开第一个抽屉，里面只有一些药片和杂物。门打开了，1名医生2名护士走进了病房，医生和护士全都戴着鸟嘴面具。医生看了你一眼，他检查了一下你的第一层抽屉，你怎么没有吃药？他摘下面具，脑袋立刻变成了怪物的样子，你眼前一片血红，你干了。推演结束。何先生猛然睁开双眼，推演模拟的感觉完全真实，自己挂掉瞬间的疼痛感无比真实。谢特，我还什么线索都没有就挂了，如果没有这个推演技能，我岂不是一开始就交代在这里了？狗系统，我诅咒你不得好嘎！何先生注意到自己的精神力变成了40，确定每次推演消耗10点精力值。冷静，我一定错过了什么，再来一次，开始推演。这次你总结了上次经验，没有四处闲逛，
专门针对抽屉进行搜索。床头柜一共有3层，第1层里面有药，你有上一次的教训，先把药吃掉。第2层空空荡荡，第3层只有一把折叠水果刀，你收进了口袋。你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于是你就趴在地上，终于在床底靠墙的位置找到了一张纸条。病人手册：1. 每天早中晚按时吃药。2. 请随时保持病房整洁。3. 戴鸟嘴面具的人是医生或护士，请谨遵医嘱。4. 如果看见走廊天花板滴血，请不要惊慌，这是正常情况。5. 客户病房里始终有2个人，请牢记这点。6. 如果看见任何设备损坏，请立刻联系戴大象面具的人进行修理。你翻到纸条背面，上面有人用血写下了一行文字：不要吃他们给出的任何药品，他们是一群魔鬼，他们会将你引入深渊。这完全矛盾啊！前面要求按时吃药，背面却提醒我不要吃药。第5条写着特护病房有2个人，为什么只有我1个人？你感到背后发凉，也许副本里的不可言说正站在自己的身后，他会不会就是背景介绍里提到的消失的病友？由于你吃药了，这次医生进来检查完第1个抽屉后没有变身怪物，倒是护士看见地上的衣服对你破口大骂，拿出圆珠笔刺向了你。你干了，推演结束。何先生再次睁开眼，尽管这次又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是却有了重大突破。第1次失败是因为没有吃药，第2次是因为地上的衣服。由此可见，纸条上第1页提示按时吃药的内容是真实的，背面的血书并不值得信任。何先生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再次发动了推演。这次你快速完整的吃药，收到，收衣服。这次护士进来没有说什么，医生看见抽屉被你按时吃掉的药液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一阵狗叫声。医院里为什么有狗？院里并没有养狗，看来你的妄想症又严重了。前段时间你还说自己看见了怪物，你最近有出现类似的幻觉了吗？你感到疑惑，难道前2次推演暴毙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精神病发作，错把医生当成了怪物？如果这样的话，那张纸条上的提示又怎么回事？如果看见走廊天花板滴血，请不要惊慌，这是正常情况。这很显然是在描述精神病发作时看见的幻觉，为什么提示又要说这是正常现象？难道这条提示也有问题？你感到迷茫，你觉得纸条上的规则不可尽信。医生走后，果然天花板开始滴血，你的眼前一片血红。换了，推演结束。为什么又挂了？我明明全都按照提示完成了，我已经进行3次推演了，一定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我没有触犯纸条上的任何禁忌，除了背面血字提示的不能吃药。难不成？推演开始。千年前，有一个嗜杀如命的大魔王，大地神福泰。佛祖慈悲，以大法力将魔王降服，并封印了魔王的力量来源，一红一黑2只眼睛，并预言1000年后红眼睛会跑出来。寻找8块垫脚石，释放黑眼睛，红黑眼睛相遇，魔王则重新。而我则是打败魔王的天命人。这么中二的剧情是谁想出来的？就你长嘴了，多热血沸腾的剧情啊！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大恐怖降临。恐不恐怖我们不管，我就想问你，刚才你没有和我们一起传送回来，这2个小时你都去哪了？2个小时，那是对于你们来说，我可是被狗系统困在崇山医院1个月，最后就奖励我1个破石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何哥，这可不是什么破石头，这可是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我还以为是块破石头呢。不过这玩意砸核桃确实很方便，你们尝尝。李洛和云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还能有幸吃到传国玉玺砸过的核桃。吃个毛啊吃！我打算回家把这核桃供起来。什么？你说何先生拿到了传国玉玺？快！消息严格保密，派人24小时看守。玉玺有任何闪失，你们就别回国了。老崔啊，你刚才说什么玉玺？何先生系统奖励给了他传国玉玺，我马上派人秘密进入泡菜国，偷偷将玉玺带回国。为什么偷偷的？咱们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走大使馆押运回来啊！泡菜国人的臭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都是他们的。真要是让他们知道龙国传国玉玺在他们境内，肯定不能还给咱们，还会对外宣布龙国起源于泡菜国。
确实，这群臭不要脸能干出这事。这个小盒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刚刚解决了我们的芯片难题，这又给我们送了个大礼。李洛则受命看守传国玉玺，直到接应的人来。兰兰宝贝，有没有想我啊？讨厌，何先生，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快了，在泡菜国还有最后一个任务就回去了。你是不是已经寂寞难耐了？我倒是还可以，就是小婉和萝卜有一阵子没吸你的阳气了，现在虚弱得很。没事的，兰兰小姐，让公子不必担心，我们俩还能撑几天。我靠，差点忘了她们姐妹俩了。不过不用担心，这边的任务就快结束了。何先生，我刚才听你说8块垫脚石复活大魔王，垫脚石该不会指的是人吧？没错，白白，你很聪明，确实指的是8个特定生辰八字的人，而我就是最后一个。先生，那你岂不是很危险？怎么？你担心我啊？你别误会，我担心你只是因为你是我的保护目标，你嘎不嘎的无所谓，我只是不想回军部受处分。哎呦，何哥，我来的是不是时候？不，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是想让你陪我出去走走，来到泡菜国以后，我还没好好的逛逛呢。何哥，你这是出来逛街啊，还是搞行为艺术啊？现在街上的人都笑话咱们呢。我之所以穿成这样，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是最后一块垫脚石，魔王的红眼睛肯定可以通过气息找到我。我穿成这样，就是为了掩盖我的气息。那他找到你也是早晚的事情啊。我觉得咱们够呛，能挺过8天的任务时间。那我就更有必要多穿点了。他抓到我，如果想吃了我，脱我衣服都可是忙活半天的了。高，何哥，你实在是高。遛够了主播，难怪这么多次大难你都不嘎，真的是太狗了。不过看你狗我就不爽，真希望诡异能好好教你做人。何先生和云志继续走着，一个妙龄少女则出现在了眼前。该说不说，泡菜国的女孩还是挺养眼的哦，看得云志有些出神。别演戏了，我已经看清你的底了。这位先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请你赶紧放手，思密达。何哥，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真有想法，等天黑了，我带你去清凉里。这个回头再说。云志，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穿成这样，狗见了我都掉头就跑，而这个人都不看我一眼。别演了，说吧，想怎么玩？看出我了又如何？你的命我要定了，最后一块垫脚石，今晚去北山，否则我把你们都宰了的思密达。等等，尊敬的魔王大人，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我已经做好了晚上现身的准备，要不现在就跟着你吧，我是一会都不想等了。李洛，你就回去吧，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了。我操，这主播这是不要命了吗？看来和先生的直播间进入退网倒计时了。就在云志惊讶的目光里，何先生还真跟着少女走。适合和开启适合的人我都已经找到了，接下来你就看着这世界变为炼狱吧。后山上，一个中年男子席地而坐，周围围绕着红绳和符咒。不出意外，这应该也是垫脚石之一。这个大哥我也是服了，魔王可是能和佛祖掰掰手腕的主，这几个红绳能顶个屁用啊！你还露了一个口，这是打算欢迎魔王光临吗？哼！少女自然不屑于这一套把戏。就在少女要进入红绳内收割人头之际，一个清秀的小和尚却锁紧红绳，将唯一的风口堵住。不自量力！泡菜国魔王重生，打败魔王的任务却落在了一个龙国主播的身上。何先生跟着魔王操控体少女就来到北山，8个宿命人之一的中年男子想利用佛家法阵自保，奈何魔王压根就不屑一顾。小和尚，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收起你的这堆破烂，赶紧滚蛋！对抗魔怪本就是修闲之人的责任，曾下请听我一言。抱歉，我很忙，没时间听你悟道，机会我给过你了，就怪不得别人了。我叫你来北山等我，没叫你带人来，他是被你害的，和我无关。你也好意思请和尚来帮你？你做过的坏事还少吗？行啊，小子，见了血腥面不改色，也算是不凡之人了。思密达，我连我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又怎么会在乎他人的生死呢？卧槽！突然感觉主播冷静的有点可怕。明炫一显，
不冷静不行啊，不然小命就没了。这个魔王这么厉害，不知道主播有什么方法打败他。呵，既然这样，咱们就尽快完成召唤仪式，等魔王降临算你一功。三人来到地点后，有6个被束缚的麻袋早已摆放在了这里，里面正是6个垫脚石。诸位，人齐了，马上司法就要开始了。尽管几位会因此失去生命，但是会进入轮回道，转世后许你们为我的8大骑士，与我共治天下。脱去这身肉体凡胎也是一件幸事。说完，少女催动内力将自己作为最后一个垫脚石和先生是8人之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将会被化作黑色眼球，红黑眼球相融，魔王将在临人间。就在红色眼球离开少女身体的时候，韩勇竟然从后面抱住了少女。原来将头盔丢给云志的时候，计划就传递给了云志。几人提前到了北山，找到6个垫脚石后放走了他们，自己伪装成了垫脚石，等魔王现身。少女见情况不妙，想吸回红眼球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何先生率先一步夺走了红眼球。臭小子，你居然敢背叛我！用我的命换你的重生，再许我一个来世的续命，你当我傻子吗？现在他红眼球离体，魔力大减，趁他病要他命。被吓尿的中年男子这会儿来了精神，突然就神采奕奕了。对，打嘎他这个臭女人，还想点我的天灯，我现在就叫人嘎了你全家私密的。这个男人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混到上头，坏事没少做，身上还背着几条人命。少女突然挣脱韩勇的束缚，冲向了何先生。尽管少女魔力大打折扣，但是仍然远超常人。何先生丝毫没有犹豫地拉过男人挡在自己身前。哎，你这混蛋想干什么私密的？信不信我嘎了你？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干的唯一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好事了。哼，好小子，你给我等着！错过了这一轮，我大不了再等下一轮的垫脚石。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佛祖脑袋有问题，选择封印你，而我决定要给你挫骨扬灰。少女觉得气氛不对，刚要逃走就被云芝拉住脚步。我让你走了吗？哎呀，小哥哥，你弄疼我了。何哥，怎么说这也是个女人，我有点下不去手啊。这会不会把这副身体打坏啊？魔王不离开这副身体，他是不会被轻易伤害到的。给老娘闪开！你不忍心动手就交给我吧。还有我。最后，陶白白和上官梦一起也很难对少女形成完全压制。韩勇出手从背后锁住了少女。你算什么男人，竟然打女人？我没有打你，我只是控制住了你，打你的是他们。陶白白和上官梦对着被控制的少女就是一顿输出，最后被打破防的魔王终于显现出了尸体虚线。狗系统，出来洗地，该你出手了。突然，上方出现一道时空漩涡，让吸力将魔王的虚影拉扯到少女则直接昏了过去。何哥，结束了。那是当然了，没见到魔王已经被吸走了吗？那他还会再卷土重来吗？他已经不在这个时空了，还卷土个毛线啊！小子，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给我点像样点的奖励才够实际。放心吧，这次我肯定和上面给你争取最哇塞的奖励。我走了。何大哥，这2个人怎么办？男的尸体直接丢在这里就行，女孩带走送到医院去。还有李洛，联系上头，我们任务完成，可以回国了。走了这么多集，终于见主播硬刚了一回。那是，这里是泡菜国，主播这是不想丢龙国人的脸。好了，水友们，这次的任务结束了，直播就到这里了，下次见吧，古德拜。1天后，众人就重新踏上了龙国的土地，才感觉到彻底的放松，哪都不如生养自己的土地好。何先生带回来的2个 U 盘更是让崔福生乐上了天。一个是80%太阳能转化光板技术，一个是常温超导体材料技术。你小子这次又立了大功呢，说吧，想要什么奖励？那你再看看这3个，就算我想要个核弹发射井也不过分吧？方舟反应炉，用水做燃料，还有艾德曼合金的配方。夏雨鼎象征的中原王朝的权力与国运，谁得到夏雨鼎就有掌控天下的合法权。古语有云，问鼎中原。此刻这国之大气竟然被何先生用来炖火锅，气得崔福生脸憋得涨红。你小子岂有此理，赶紧吃，吃完了好把青铜鼎还回去。别催啊，我还没吃饱呢。怎么反悔了？你说的，我想要什么奖励都行，可你要核弹发射井，你们又不肯给，我拿鼎煮炖火锅都不行吗？要不你现在就把鼎拿回去，把我的 U 盘都还给我。
崔福生更是一脸的无奈，还是不可能还回去了。有了这些技术，不仅能打破白头鹰的垄断和牵制，更能实现逆袭，遥遥领先。话虽如此，但是你小子先用传国玉玺砸核桃，现在又用下鱼鼎煮火锅，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好奇而已。古代的鼎本来就是炊具，我就好奇这东西煮东西好不好吃。来都来了，崔伯伯，你们都来尝尝。崔福生也很想尝尝，但是如果被文物管理局那群老顽固知道，非得把自己骂化了不可。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死物件，吃个火锅而已，算不得什么大事。过去已成定局，小何给我们的技术可是能改变未来的。说话的正是龙国芯片技术的负责人费老。哎，还是你这搞技术的老头说话中听。凭借何先生带回来的技术，短期内龙国对外发布了芯片尖端技术，震惊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白头鹰的小弟倭瓜国坐不住了。大哥，怎么回事？东边的那位怎么研究出全新的芯片技术了？这样我们以后怎么压制他？和龙国交往密切的国家就高兴了。尊敬的东方朋友，听说你研究出了最新的芯片技术，可不可以卖一点芯片给我呀？到时候我们一起抵制白头鹰。各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在近期定下了访华时间。龙国公布出了这项技术，那就说明龙国下一步有大动作。这个时候，国家领导人应该好好交流一番才行。兰兰，我们出去玩吧。一边去，我最近忙得要命，没时间陪你瞎胡闹。兰兰，你在忙什么呀？不如和我说一下呗。唉，如果你真的闲得慌，那就看一下这份资料，找时间我和你去拜访一下。何先生一看资料，这个人他认识，正是新品项目负责人费老。兰兰，没事找这老头干什么？何先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最近龙国研究出了新的芯片技术，你难道不知道吗？知道呀，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的祖宗呀，你上点心好不好？纳兰集团虽然在其他行业都涉猎非常广，但是核心产业是芯片。现如今芯片行业发生了大变革，你说我们要不要把握机会？原来是这样呀！但是芯片行业关这老头什么事？这又不是他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难道是你提出来的？哼，找不到谁提出来的，自然要找他这个负责人啊。可是没有可是，我告诉你何先生，老娘嫁给你以后，纳兰集团也是你的，我劝你给我上点心。行，那我就和你一起去。何先生外出，韩勇和云志自然要跟着，保护何先生的安全是他们的职责。半个小时之后，纳兰兰与何先生到达了龙华大学。此时，纳兰兰额头上已经有些微微的细汗，看得出他对此事十分重视与紧张。很多大企业都盯着这块蛋糕呢。我们在这里等会，他今天来龙华大学讲座，3点半讲座结束。片刻后，一个老头就走了出来。纳兰兰见状，连忙拉着何先生上前，却被安保拦住了。对不起，女士，接近费老按要求的对你们进行搜身。因为韩勇身上都带着家伙，负责费老安保的也都是军人。瞬间，双方突然剑拔弩张。腰里什么东西？赶紧交出来！让我交出来！你们还不配！同样奉命保护何先生的韩勇，不可能让武器离开自己。见到这一幕，纳兰兰如坠冰窟。本来是求人家谈合作的来着，慌忙向费老道歉。实在不好意思，费老，我今天来只是想拜访一下您，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费老也是面露愠色，有种被冒犯了的感觉。老头，你的排场不小啊！这不是小何吗？我当是谁呢？你们不得无礼！这是自己人，小何来找我有什么？不是我，是我未婚妻要找你。纳兰兰毕恭毕敬地说出自己代表纳兰集团的合作意向。原来你就是纳兰集团的兰兰小姐啊！我还说过2天就去找你们纳兰集团商量呢，没想到你现在就来了。没问题，芯片产业到时候我会将核心的部分交给你们纳兰集团来做。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的顺利。回去的路上，纳兰兰还是一脑袋的问号。说吧，你背着我搞什么幺蛾子了？为什么龙国芯片项目负责人费老会对你如此重视？我没干什么呀，这芯片技术本来就是我提出来的。什么？小丑竟是我自己？原来我要找的人一直在我身边。哼，狗东西，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没问呀？你不说我怎么问？你不问我怎么说？你现在老老实实把你拥有的技术都告诉我，敢有半点隐瞒，彩礼老娘翻倍。好，何先生如实把其他的技术也都说给了纳兰兰。这些项目他们都要搞的，要不要我和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把这些项目都交一部分给叔叔？光芯片这一项我纳兰集团一个人都吃不下，更别提其他的了。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何先生却闲得发慌。系统，弄个任务来做呗，我现在好无聊呀。
哦，行呀，本来我们说好1个月做1次任务的，既然你提前要求，那我当然没问题。都市系列任务：任务1，行尸横行；任务2，狐狸精；任务3，鬼巴士。奖励：神秘礼包。惩罚：无。这些任务都是我特意挑出来的，难度不大。除了第3个任务有点吓人之外，其他的都没什么。哈哈哈！泡菜国大魔王都被我拿下了，我还怕什么？不过算你有心了，没想着往嘎里整我。好了，直播间的水友们，咱们来活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主播，但是直播的内容却不普通，竟然系统，我怎么晃了半天，那些诡异怪还没来找我？这次任务特别轻松，那些诡异怪没有固定的目标。啥？没有固定的目标？我怎么完成任务？你该不会打算让我亲自去捉诡异吧？不可以吧？我这是捉诡异系统，不是逃生系统。做了这么久的任务，就没见你认真抓1次诡异。何先生竟无言以对。你不用担心，第1个都市任务的行尸只有物理攻击，况且你身边还有2个兵王呢。话虽如此，保险起见，我还是准备妥当一些比较好。喂，赵伯伯吗？我这次任务有点特殊，我想申请一下支援。一长串的物资被爆了出来，赵英毫无语了。哎，这臭小子要这么多东西，这是要去参加大地和司机的战争吗？二叔，这次的凶案你一定要带我去。别叫我二叔，叫我二哥。我不比你大多少，我只是辈分比你大。说话的男警员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和何先生一起经历过笔仙事件的陈国栋陈队长，奉命来此调查凶案。笔仙事件过后，陈国栋做了1个月的噩梦，每回都梦到自己尿裤子。半个小时以后，一辆由士兵护送的军用车缓缓驶向何先生。何先生打开一看，十分满意。哦，真不错。何哥，现在咱们的装备齐了，要去哪里找你说的行尸呢？咱们还缺1个人，既然是行尸，就肯定有杀人事件，所以我们缺1个警察叔叔的帮忙。就在街转角，何先生和陈国栋打个照面。警察叔叔，我又见到你了，真是太开心了。哎，显然陈国栋没那么开心。何先生，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又或者你看上了我哪点，非要来纠缠我？不要这么冷漠嘛，上次咱们一起执行任务，不是挺开心的吗？我看你管尿裤子叫做很开心，我这辈子最糗的一面都被你小子看见了。其实我找你真有正事，你办事我跟着你就行了。赵伯伯已经特批了。听到赵英豪特批，陈国栋无奈只好带上何先生3人一同去执行任务。主播，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就是陈队长的创伤性后遗症刚平复，你这又来接他的伤疤来了。几人来到了一处凶案现场，这就是凶案现场了。最近这一片区好几个人遇害，有男有女，他们都是被人活生生咬嘎的。何先生一听都是咬嘎的，觉得这是有门。我想问一下，这些被害的人有什么共同点吗？遇害的人确实有一些共同点，女性都是有技术的女性，男性都是欣赏有技术女性的男士。我有个建议，不如我们引蛇出洞，咱们4个分2组假扮欣赏有技术女性的男士。陈队长，咱们俩一组。和你一组不如直接嘎了我算了。由于陈国栋坚决反对与何先生同组，所以何先生和云志一组，陈国栋则与韩勇一组。哥，我们这样真的能调出那东西吗？这个难说。你有办法分辨出谁是怪物吗？没有。何哥，别开玩笑了，你肯定有办法的。我怎么会有办法？我之前也没遇到过，系统没告诉我如何分辨，我又不会什么道术。那何哥，你说咱们这么踩点，如果遇到的真的是有技术的女性，该怎么办？怎么办？记得付钱。招待所门口，1-2名花枝招展的技术妇女站在那里。小帅哥，耍耍呀！哦，云志已经造了个大红脸，何先生则俯身向前用鼻子嗅了嗅。没意思，走了。姑娘，你警号多少？钓鱼不是像你这么钓的。别动。云志，不要这么紧张，这位是警察小姐姐，伤到就不好了。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知道我是警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赶快离开这里。这位先生，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知晓我的身份，但公民有义务配合警察的行动，你肯定知道些什么。你不说清楚，我就跟着你。傻姑娘快跑呀！这家伙就是个缺德冒烟的东西，你跟在他身边会吃亏的。完了，又是一名良家少女落入魔手，呜呼哀哉！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我已经让他走了。看你这样子，就是警校刚毕业的，这么喜欢执行任务，那你就跟着我吧，让你见识一下那个变态杀人狂什么样。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而且你为什么会识破我的伪装？很简单，你用的是高档香水，街头的技术女性都是底层生活比较拮据的，怎么可能用这高档的香水呢？警告，感知附近有行尸，数量9只，其中 BOSS 级1只。何哥怎么不动了？是感知到异常了吗？是的，就在周围，联系陈国栋他们都过来。是啊，你认识我二叔？何先生也吓了一跳，突然有点于心不忍，毕竟坑人也不能专挑一家人坑。待会可是实打实的遭遇战。云志，送这位小姐离开。这位小姐，请你离开。女孩透过云志的衣角，看见了别在腰间的配枪，一个愣神，明白眼前的二人身份可不一般。你再不走的话，可走不了了。小姑娘突然回过神来，转身就离开了。帅哥，来玩吗？2个人也可以一起哦。哦，靓女你好啊，什么价？如果站在街边的美丽小姐姐不惦记你的腰包，却嫌请问你还敢下手？何先生不仅不害怕，还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价钱。2个人的话，包夜1200。2000。这人莫非不是个傻子吧？怎么还往上砍价呀？哎呦，帅哥，你还蛮大方的嘛！到时候我一定用尽毕生所学让你们满意。很好，既然都说好了价钱，那就付钱吧。我们这一行先付钱后办事。面对何先生伸出的手，美女一脸茫然。什么钱？不是应该你给我钱吗？什么？你居然想吃白食？吃你祖母的白食啊？难道你出来吃肉夹馍都不付钱的吗？我觉得以我的绝世容颜和你切磋琴棋书画，肯定是我吃亏的。你再看看我这兄弟，这一身的疙瘩肉，三字经能从现在背到明天早上，都不带卡壳的。要你2000，便宜你了。我以为是客户呢，原来是2只呱呱呱。不过品相确实不错，跟我来吧，后面有家酒店，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让我满意。就在美女转身后，何先生一个眼神，云志就从背后锁住了美女。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这兄弟性子野，不喜欢去什么酒店，他就喜欢天为罗盖，地为毯，哪都别去了，就在这把事办了吧。云志二话不说，直接打断了女人的4指。女人很快露出了行尸的真面目，但是奈何4肢已经被废，只能任由云志蹂躏。你们2个变态杀人狂，你们一定会接受到法律制裁的。原来刚才陈雪并没有走，而是悄悄地跟随何先生和云志，并且亲眼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何哥，这小丫头片子也太想立功了，居然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对我们进行跟踪。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龙国为非作歹？陈雪怒气冲冲地走到何先生面前，并用家伙指着何先生。小丫头，你该不会想着要套我的话吧？反派答疑话多的道理我比你清楚，所以秉承着坏人的守则，我现在决定把你打晕，然后让你明年过母亲节。随即何先生就把陈雪给打晕了，并且掏出酸奶就倒在了陈雪的身上，前因后果也正好被刚刚赶来的陈国栋看见了。算了吧，好歹也是我侄女，看在我的份上饶她一马。年轻人没什么经验，不让他吃点亏怎么行？这是碰见我了，要是碰见真正坏人，小命就没了。可怜的姑娘呀，都叫你走了，你偏不听，你非要跟上去，这下好了吧？我估计接下来的几个月，你都将在心理阴影中度过。真色。怎么样？这个行尸实力如何？云志用力将匕首插入行尸的脊椎，这下行尸彻底停止了挣扎。这种行尸的力量和速度都比普通人大，而且没有明显的痛穴。如果普通人遇上，真的对付不了他们。而且形式化以后仍有原主智慧。你是说形式化以后这东西还有智慧？肯定的，因为我刚才打他的时候，他还在问候我母亲呢。走了，这个地方还有3具行尸，赶快搞定收工，熬夜对皮肤不好。那他怎么办？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侄女，扔下不管可不行啊。打电话让你们的人来把他弄走，一个人待在这里很不安全。何哥，你刚刚是怎么确定那女人有问题的？我也只是觉得那个女人有些不对劲，你为什么就能这么肯定呢？就凭一点，如果你是卖水果的，莫名其妙来人给你推销水果，你还真买了，这合理吗？话虽如此，但是多少带点牵强啊。前面拐弯之后有1具行尸，待会儿一出去就干他。这又是什么情况？连分析都不用分析了吗？
因为这个任务太麻烦了，所以系统给我开了一个透视卦，500米范围内的形势我可以知道它位置，超过500米我可以知道大致方向。有外挂不早点用，众人有种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的感觉。过一处街角，众人果然看到了一个帅气男子。哥哥，你说的是他吗？咱们别搞错了。错不了，快去干他！3个人一拥而上，很快帅气的小伙子扑街了。普通人拿行尸没有办法，但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几人，先是用匕首切断行尸的手脚筋，让行尸失去行动力，再像庖丁解牛那样轻松把脊椎大卸8块。干得漂亮！当咱们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再恐惧，那恐惧的就该是他们了。接下来还有2具行尸，早点处理完，早点休息，也该我出点力了。又前行了一段距离，众人发现了下一个目标。4声枪响，那具行尸被何先森打断了4肢。巨大的枪声引起了周围居民的注意，都纷纷向下围观。各位乡亲父老，我们是捉诡异剧组的，刚刚是我们拍摄的片段，对于噪音给各位带来的困扰，我非常抱歉。陈国栋身为警察，必须消除和控制负面影响，稳住居民的情绪。我在这里准备了一些红包，请各位乡亲父老下来领取吧。下来看热闹的群众无不赞叹剧组的专业，道具的逼真。你们的道具好真实啊！我看这枪像真的，而且那个被打爆的行尸比好莱坞特效还震撼。哥们儿，你这电影叫什么名字？上映之后我一定去捧场。非常感谢，我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系统逼我抓诡异》。名字有点怪，但是我一定会去捧场的，这可是良心国产剧。又走了几百米，众人看到了一个美女，那美女似乎也知道同伴被杀，她咆哮着向何先森小伙当即射击行尸。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是在拍戏，不过还是被逼真的效果震惊到了。我怎么看着这么真呢？这些人该不会是假借拍电影的名义来吓人吧？你傻不傻呀？这明显就是拍电影。如果真的是吓人，你见谁被枪指着还往枪口上撞的？你说的有道理，那看来这确实是良心国产剧啊。收拾完这边的3只行尸之后，这一片地区的行尸已经彻底消失。完事后，何先森他们就找借口拍摄完毕，众人就安全撤离了。天色不早了，那我们先收工吧。陈队长，你追踪一下这几个行尸，明天等结果出来了再继续行动。何先森带着韩勇和云志就回到了别墅。陈国栋脚底抹油赶紧溜了，跟何先森相处1年，自己起码得折寿10年。回到别墅后，韩勇一直望着窗外发呆。何先森拉住路过的云志，云志，韩勇平时都这么沉默寡言的吗？你们不都是特殊部队的吗？你了解他吗？他这人可不简单，论业务能力，他称第2，没人敢称第1。不过有一件事我和你说，你可别告诉别人。放心吧，我这人嘴巴最严了。韩勇他的豪门老婆最近正在和他闹离婚呢。大哥，你别告诉我他还是个赘婿。你怎么知道？韩勇从小是个孤儿，他入赘苏家，从小与苏家小姐青梅竹马，但是因为这货一直在出任务，所以联络也少了。苏家小姐正闹脾气呢，最近不是龙国芯片产业崛起吗？苏家搭上京城另一个大家族，好像能给苏家弄到芯片业务订单，就更看不上韩勇了。京城另一个大家族，芯片业务不都把持在纳兰集团手上吗？好，我知道了，是陈国栋打来的电话。通过调查几个行尸的踪迹，已经找到诡异事件的源头了。一个正在施工的楼盘是苏家的产业，不会就是韩勇老婆家的吧？那肯定就是了，咱们这里只有这么一个苏家。最后一个问题，苏家一定不知道韩勇的身份吧？那是肯定的，我们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身份都是保密的。没想到这么晚还能在直播间里刷到一个八卦。主播，你能不能给韩勇放个假，然后你再去现场？我们想看龙王追婿的真实名场面。这确实让何先森心动了，八卦基因疯狂地跳动了起来。韩勇呀，听说你家里有事，我给你放3天假，好好去处理一下吧。哥哥，我现在是在执行任务，没有命运不能擅自离岗。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非得我向上面去给你要个条子来？出了什么事我扛着，谁叫咱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何哥了，3天之后我一定准时归来。韩勇走后，几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围在了一起。何先森分出系统直播监视图，偷偷地跟着韩勇传回来实时画面。何先生，你又搞什么幺蛾子？你不是一向不喜欢生意方面的事吗？怎么突然要插手这方面了？还是100亿订单？苏家听说过吗？苏家我知道，就是资产100亿的小家族。所有人一个虚晃，
确实和奈兰集团相比，苏家确实有点不够看的。兰兰，我告诉你，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龙王赘婿真人版，你这个100亿订单是压轴环节，坐下来一起看看吧，老刺激了。韩勇回到苏家的豪华别墅后，发现苏家人正聚在客厅里。废物东西，你还知道回来？说话的正是苏之秋的奶奶苏太君。奶奶，是我做的不对，所以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礼物。知道您老喜欢唐伯驴的真迹，所以这是我特意买回来孝敬您的。韩勇恭敬地递上画卷，苏太君看都不看就扔到了地上。唐伯驴真迹，就你也配？拿个赝品就想来忽悠我老婆子？卧槽，唐伯驴真迹啊！最近拍卖了一幅价值2300万呢，这玩意儿该不会是真的吧？这东西确实是韩勇买的，当时还花了他半年的收入呢。卧槽，没想到你们兵王的收入这么高啊！其实我们除了不菲的薪酬以外，也会私下接点贴身保镖和秘密押送的活，服务的都是有钱人，出手也大方，就他们一命，给个180万的不过分吧？李洛，你小子是不是在暗示我别那么小气？你可别误会何哥，你和他们那些人可不一样，保护你是上头给我们的军令。看着被扔在地上的画卷，韩勇牙关紧咬。知秋呀，早就告诉你不要和这穷小子结婚，你就是不听。你看看他，现在都24岁了，还一事无成。韩勇，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哼，3年了，你还如以前一样，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将来？让你来苏家帮忙，你又不肯，你真的要气死我吗？哼，还杵在这里干什么？站一边去！我们今天是在等张公子。苏家最近的房地产业出了点麻烦，张公子为我苏家带来了100亿芯片订单，哪会像你这个废物一样只知道吃？面对苏之秋父亲的呵斥，韩勇深吸一口气，默默地退到一旁。知秋小姐，3日不见你又漂亮许多了。张公子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我们苏家的合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前2天我已经与那蓝集团的那蓝千金说过了，再过一段时间，100亿合同定当奉上。果然是纳兰集团，张公子所说的纳兰千金正是何哥的未婚妻。如果我跟何哥说订单的事，不知道何哥能不能卖我的面子？纳兰奶，你居然敢背着我包养这个姓张的小白脸，你活腻歪了吧？被你怀疑老娘，你也怀疑一个出色一点的目标好不好？哼，交这种货色也配？这还不是前天参加宴会时遇到这么一只臭虫吗？他一直缠着我要合作芯片，我实在嫌他烦，就说了一句稍后考虑。谁曾想这货居然把我一句敷衍的话拿出去当吹嘘的资本，我有什么办法？牵住我也，兰兰，快打电话给苏家，就说你下了100亿订单，但是不要告诉他们是因为谁。仍然被豪门娘家人藐视，身为朋友兼领主的何先森打算当兵王装上一波，来场现实版的龙王驾到。苏老太君嘛，我是纳兰兰，纳兰集团最近想与苏家合作，订单100亿。面对100亿订单，苏老太君高兴极了。张公子，这次真是多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我苏家可真是举步维艰。苏老太君过谦了，这一切都是看在知秋小姐的面子上。张公子和苏之秋眉目传情，火光四射。韩勇看着两人，心中不悦。我去找何哥的话，也能弄来100亿订单。废物东西，你以为你是谁？100亿订单说弄就弄。哎呦喂，你不说话，我还真没看见这还站着个人呢。龙头企业那蓝集团是你这个级别3能说得上话的吗？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见过那蓝集团的掌上明珠吧？我确实与那蓝小姐有过书面之缘。废物东西，你给我闭嘴！张公子是我苏家的大恩人，不允许你这么和他说话。张公子不必在意，这种废物赘婿我早就想把他逐出苏家了。3天之后我的70大寿上，我一定宣布他还用与我苏家从此断绝关系。如此最好，舟车劳顿我也有些累了，我先去休息。嘿嘿，没问题。来人呀，送张公子去客房休息。知秋，我真有办法替苏家弄来订单。我真是瞎了眼，当初和你这个废物结婚，3天之后，我苏之秋与你韩勇恩断义绝，从此陌路。小姐，张公子说有事叫您去客房谈。好的。苏之秋走之前还不忘给韩勇一个白眼。切，韩勇想不到他的家事正在通过诡异直播系统传到好朋友甚至是异次元世界无数的水友面前。何哥，我记得你的车库里有一些车，3天之后能借我用一下吗？
没问题，3天之后我让司机把我车库里的车都开过去。兰兰，3天后把你爸的车也开过来，场面越大越好。那何哥，任务怎么办？已经锁定了行尸的源头，要不要先去处理一下？不着急，我已经请求赵英豪帮忙去布控了，他跑不出来的。咱们还是先吃韩勇的瓜。3天时间转瞬而逝，到了第3天，苏家宾客不绝，门庭若市。祝苏老太君寿比南山。多谢李家主了，快请进，喝杯薄酒。何先生也让费老陪同一起去苏家赴宴。龙华大学费教授到，特里亲笔书法一幅。就连崔福生和赵英豪也被何先生请来，帮自己的门生韩勇撑场面，更是责无旁贷。哦，天哪！政商界来了这么多大佬，看来属于苏家的时代要来了。纳兰集团千金到，送贺礼100亿订单。哦，听到内兰集团的订单到位，苏太君喜笑颜开。感谢各位今日能来参加老身的70大寿，各位的前来简直令我苏家蓬荜生辉。在此我要宣布一个消息，苏家赘婿韩勇从此逐出苏家，我的孙女知秋将不日与张公子成婚。奶奶，你确定要把我扫地出门吗？废物东西，以后不许叫我奶奶。张公子与知秋才算得上是郎才女貌，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被逐出苏家，来人呀，把他给我扔出去！2名保安上前打算打韩勇，却被韩勇气。韩勇，你闹够了没有？赶紧滚出去！我都不想再多看你一眼。劝你识趣点，你连张公子脚后跟上的死皮都不如。垃圾，废物！哎，对了，还有你送苏太君的这个汤婆驴的话，也是个赝品吧？我看200块都不到，就别拿出来丢人了。好啊，都男女，这3年以来，苏家待我如猪狗，这苏家不待也罢。反了！各位，差不多了，该我们上场了。龙王使者驾到。苏太君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龙王使者，但是却被来人的阵仗给镇住了。苏张2家侮辱龙王，面族。龙王使者参见龙王大人。原来韩勇就是龙王，苏家有眼无珠，这100亿订单就此作废。那兰兰也很快投入角色。苏张2家有眼无珠，这千年人参还不如喂猪。哎，岂有此理！那我的玉珊瑚不如砸碎。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了演戏就这么摔碎了。是老赵，你来真的了，我这是几10块的假货啊！众人纷纷高呼龙王。这龙王和龙王水是什么东西？没听过呀。你管他听过没听过，给着喊就对了呗。这场面难道不刺激吗？卧槽，让何哥出手帮我撑个场面，没想到场面这么大。小韩啊，是老婆子我有眼无珠，就放过我们苏家吧，怎么说也是一家人。见到100亿订单没了，苏太君也慌了。一家人，刚刚您老可是说要逐我出苏家的吧？小孩啊，奶奶老糊涂，说的气话，你别和他一般见识，你可是我们苏家的好贤婿。你还是叫我废物吧，我都听习惯了。韩勇，你就别说气话了，咱们夫妻磕磕绊绊算不上大事，我一直都觉得你有出息，是个干大事的男人。今晚我好好服侍你。闭嘴吧你，还是回去服侍你的赵公子去吧，以后谁再敢和苏家往来，就是和我作对，别怪我没有提前说明。你个臭女人，有眼无珠，龙王大人都看不出来。放心吧，龙王大人，以后我坚决和苏家划清界限。我差点把你忘了，谁要再和张家往来，我同样不客气。哎，龙王大人，起驾。众人也不敢停留，生怕和苏家扯上关系，只留下苏家人呆愣原地。苏太君只感觉胸口一闷，2眼一黑就昏倒了。城市惊现诡异行尸。何先生一行人经过追查，找到了尸变的源头。这里是通往后街的捷径，常常有人从这里穿行，一定是没9个人抄近路的时候，在这里感染了尸气。现在艳阳高照之下，这家伙的尸气最弱，咱们赶紧解决掉他，好去做下一个任务。4挺黄金加特林，这个棺材就是疯狂每分钟3600步，2分钟过后，3万发子弹倾泻完毕。静等了半分钟，烟尘散尽。就在众人都以为僵尸彻底被消灭时，一道恐怖的吼声从火一个巨大形尸从地下窜出来，冲着何先生而来。那蓝蓝抄起地上的大人，结结实实的给尸王来了一个暴击，震得那蓝蓝手臂发麻。挨了这么结实的一锤，那僵尸依旧完好无损，只是被巨大的力道轰向了空中。
四人不由分说继续用加速灵对着狮王轰。在强大的火力，僵尸终于被粉碎片。做完一切，何先森一脸媚笑给纳兰安捏着手臂。老婆大人辛苦了，要不是你那一大锤，我就危险了。还算你有点良心。那接下来我就不和你们掺和了，我得回去养手臂去了，没有个把星期恢复不了。几天后，外省 S 市的一家5星级酒店内，警察叔叔，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你都到了另一个城市，还要把我叫过来？我那侄女已经被你折磨出心理阴影，现在都已经调走了。我叫你一声何哥，我就是一个小小警察，你放过我吧。可不能这么贬低自己。了解和调查一些情况，没有警察在身边还真不好办。先不说这个，咱们先吃饭。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全都是大补的东西。吃完了准保流鼻血，都是棒小伙子，准保变身擎天柱。这一桌子菜，外加你们面前的东西必须吃光。吃完这桌还有下一桌呢，加油吧。何先森之所以豪横，因为系统提示这个任务要对付的是会吸阳气的狐狸精，给大伙补也免得狐狸精逮自己一个人吸。系统，这狐狸精怎么抓啊？可以直接用火箭筒去轰它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个任务有一个隐藏条件，只要你做到了，到时候我自动会捉取狐狸精。什么条件？就是让那只狐狸精吸满阳气。原来是这么个条件呀，小问题，让它吸大口的。嘿嘿，你先别忙着高兴，虽然你有寿命无限体质，可是你阳气的上限水平不高，如果它放开了吸，你会嘎的。系统，那照你这么说，这个任务岂不是无解喽？其实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开后宫，总部那边最喜欢让宿主开后宫了，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话，你应该想办法攻略那只狐狸精，然后把它带在你身边，每天吸一点，最后彻底吸满。等我要抓它的时候，你们已经日久生情，然后你会来求我，到时候总部那边又可以提出新的要求。你们这算盘打得叮当响呀！资本家见了流泪，犹太人见了下跪，还有比你们更精明的吗？到时候你们估计也会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让我去执行更难的任务，而且没有报酬。我家里已经养着一只母老虎，外加2只卖萌的女诡异，现在你又让我养一只狐狸，你以为我是开动物园的吗？何先森打算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掉目标，这才有了几个人狂吃补品的戏码。最后吃的火力加满的众人就被何先森带到了一处别墅前。陈队长，这里就是诡异事件的地点了，还是你去叫门比较合适。陈国栋无奈敲开了别墅的大门，并且将自己的警官证亮出。我是警察，接到你们的报案，我们来这里询问案情。你们是陈警官的同事吗？既然这样的话，那进来吧。正在众人好奇是哪个陈警官捷足先登了，进屋就看见了陈雪。陈雪因为上次的事有了心理阴影，申请调到外室，没想到这都能碰见何先森，简直就是阴魂不散。二叔，你放开我，我要去找那王九蛋理论。小雪呀，你不能找他麻烦。为什么？你打不过人家呀，就算你单挑能赢，难道他身边的保镖会看着不管吗？哼！你就是房主吧？我们是华夏特别部门的，专门来处理诡异事件，快点把你的事情经过说出来。面对何先森的说辞，别墅主人有些不信，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哪听过什么特别行动部门？于是他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陈雪。他们确实是处理诡异事件的部门，这个案情已经转交给他们了。同志呀，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救我女儿吧，她好像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别墅主人快速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在拍卖会上拍到了一个古董罐子，古董罐子带回家之后，那里面蹦出了一只狐狸的影子，然后就跑到了自己女儿身上，再然后自家女儿的行为就变得非常怪异，不但爱生吃鸡肉，而且还特别好男色。好了，大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你女儿的状况。好，你们跟我来。别墅主人带着何先森等人前往2楼，房门刚一打开，众人都傻眼了。捉妖遇见了狐狸精，新手小白直呼受不了。小哥哥，来玩呀！这位狐仙姐姐，能不能麻烦你先收了神通，也就是先把衣服穿上，不然我这动画没法过审，然后我再和你商量个事儿，行不行？没问题，小哥哥，我看见你们几个阳气旺的不得了，是来抓我的吗？现在是和平年代，不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我们是来谈条件的，不知狐仙姐姐怎么样才能从费先生的女儿身上出来呢？
这恐怕不行。奴家被封印了这么久，实力虚弱了大半，不借助人参我可撑不了多久。那不知怎样才能让狐仙姐姐恢复实力呢？要恢复实力也很简单，让我吸足够多的阳气就行了。吸取阳气很简单，我马上就送来充足的阳气让狐仙姐姐吸。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在吸取阳气的时候，你不能过度吸收，因为这样会损伤别人的寿命。小弟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好像奈何不了我。我敢来，就说明我有和你叫板的资本。你只要敢伤一人性命，我能保证，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也要被扒皮抽筋。一人一狐互相对视，最终狐狸精做出了退步。没问题，只要我实力恢复，我立马离开这里，并且回到深山老林里面修炼，不再踏出一步。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被附身女孩的男朋友。我怎么能让你们这群糙汉子去给小雨送阳气呢？我不允许小雨做这肮脏龌龊的事情。不要激动，但是这是目前唯一能让狐狸精离开的办法，硬碰硬我们也打不过他呀。那你们特别行动部门是干什么吃的？我们身为纳税人交了这么多钱，难道就是让你们制造奥利给的吗？云志听到这话就怒了，他们正要出手教训眼前这个男子，却被何先森拦住了。你说的很对，我们确实是废物，我们现在就回去引咎辞职。警察姐姐，麻烦你调动警力把四周封锁，过几天我们过来收尸体。这位同志，年轻人不懂规矩，你见谅。关于小女的问题，就按照您说的来办，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求务必保小女周全。能配合就好办了，先把费小姐的男朋友控制起来，然后让狐仙姐姐第一个吸她的阳气。狐仙姐姐，我给你送阳气来了，这位先生是你附身女子的男朋友，你先吸他吧。很快，房间里传来了三字经的声音。主播，你倒是进去呀！你不进去，我没有画面。接下来的内容要付费没问题，我出钱。这声音没谁了，奖励自己一次。主播，你丫脑子有病吧？你用这种方式救了飞小姐，她以后怎么做人？我现在懒得喷你，我要去奖励自己了。2个小时之后，房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小伙已经眼窝深陷，走路直晃悠。小哥哥，奴家可是很守约定的，说不瞎人就不瞎人。他现在只要休养半个月就可以恢复了。下一个你们谁来呀？几个人都面露难色，心情十分复杂。费先生却先一步挡在何先森面前。同志呀，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如果这样做的话，小女以后怎么见人？费先生放心，吸阳气的方式不止这一种，无接触吸取阳气也可以。卧槽，有这个办法之前怎么不说？肯定就是单纯报复那小子。狐仙姐姐出来一下，换个方式吸吧。我们这一行有规矩的，坏人清白不好。小哥哥，你的心真好，奴家这就出来。狐仙姐姐，除了费先生，其他人你都可以吸。不知您看上了谁？好吃的东西要留在最后，那就先吸他吧。狐狸精指的人正是陈国栋。什么意思？好吃的留在最后，你却先选择了我，瞧不起谁呢？我也号称无敌小马达的好不好？狐仙姐姐放马过来，大口的吸，就是不知道吸上面还是吸下面。陈国栋还有点小激动，不过确实是吸下面，只不过是用能量罐吸收。神他喵的能量罐，这不就是个航空水杯吗？半小时后，陈国栋也眼窝深陷，倒下了。随后，狐狸精在人群中四下看了看，挑中了李密。狐仙姐姐，我还用这个能量罐吗？这也不卫生啊！咱再换种方式呗，最好是无接触式的。好呀，无接触式的也有的，不过换一种方式的话，吸取速度会慢很多的。问题不大，慢一点就慢一点呗。卧槽，有这种办法，你为什么不早说？李洛和云志每人各挨了2个小时，韩勇足足挺了3个小时。不愧是兵王中的兵王。小子，该轮到你了。我能感觉到你的阳气是你们当中最强的，吸完你的阳气估计就差不多了。所有人都惊呆了。何先森足足被吸了10个小时，因为有无限寿数加持，一边输送阳气，一边补充，坚持了10小时，阳气才见底。狐仙姐姐，阳气你现在也吸够了，是不是该离开了？小弟弟，这花花世界如此迷人，姐姐现在舍不得走了怎么办？众人清楚了，这个狐仙这是要耍赖。狐仙姐姐，我劝你还是遵守承诺的好，因为撒谎骗人要受惩罚的。哪里有惩罚？我怎么没看见？小弟弟，姐姐我给你上一课，人生在世，不要轻信他人。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漂亮的狐狸精不遵守承诺，得到阳气后却不想离开被附身的神秘。
狐仙姐姐，我劝你还是遵守承诺的好，因为撒谎骗人是要受惩罚的。是呢，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惩罚在哪里。来呀，来惩罚我呀！狐仙的话音刚落，头顶上就出现一个黑点。系统，你要求他吸满阳气的隐藏条件已经达到了，动手吧。瞬间黑洞内一道闪电，将狐狸和女孩的身体在落雷的连续不停。狐仙就在卡槽之间挥挥所以说，不管是人还是妖，都要遵守承诺。水友们，你们懂了吗？哥哥，我们还是赶紧走，待会姑娘醒了不好解释。好了，搞定收工，我们走吧。从别墅出来之后，何先森等人又回到了5星级酒店，而陈国栋则是每天坐车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一路上都在和领导抱怨，并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参加何先森的任何行动。另外，把我侄女也撤走，别抓着我们陈家人一直坑好吗？薅羊毛也换一只呀，不是这样搞的。经过3天的休整，系统又发布了都市系列任务的第3个诡异巴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任务：从起点坐到终点站，惩罚：永远困在巴士上。何先森现在有几分心虚，因为诡异巴士是都市系列3个任务里唯一一个和恐怖沾边的。系统啊，这个任务我有点怕。这个你可以先不用怕。DNA，因为什么？系统，你说话不能痛快一点吗？要不要我给你上点开塞露啊？这个系列任务做完之后，下一个系列很恐怖的，大概类型就是那种抬棺匠、黄河捞尸人、五爪猪之类的。我丢，狗系统，你知道我最怕这些东西了，你搞我是不是？我不搞你，就有人来搞我了。你嘎好过大家一起嘎，拜拜了您嘞。抱怨归抱怨，活该做还得做。何先森一步3回头的看着那安稳的小窝，自己真不想去执行这些件诡异的任务。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接近下午，眼见时间还早，何先森拿出了几片成人纸尿布递给韩勇等人，把这玩意儿穿上吧。我有预感，曾经的恐惧又回来了。何哥，没这么夸张吧？爱穿不穿，现在我要改变对你们的态度。好言难劝，该死鬼。接下来的任务又麻烦，问题又多，所以我需要大量炮灰。你们谁想当炮灰，我绝对不反对。经过上次见诡异游戏的熏陶，云志和李洛不怀疑何先森的话，只有韩勇在犹豫要不要穿这羞人的东西。一直等到了凌晨12点，远处一辆公交车才缓缓驶来，整台车都透着一丝诡异。何先森极不情愿地登上了车，云志3人各自都找到了位置坐下，何先森却选择站着。何哥，你站着干什么？坐下呀！系统，帮他们开通一下阴阳眼，让他们长长见识。何先森和脑海中的系统沟通完毕，瞬间赵平等人只觉眼前一花，然后车内的景象顿时就变了个样子。原本整洁的车厢内，瞬间变得犹如炼狱一样。太神了，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这熟悉的感觉，曾经的主播又回来了。各位祖宗，别闹了，我该怎么办？诡异巴士这部电影我看过，你们要装作看不见这些诡异，一旦他们发现你们能看见它，那他们会对你发起攻击。得到谁有用的情报以后，何先森也把消息用秘密暗语传递给了其他成员，而且车上的诡异也开始对他们进行试探。你说这小子能看到我们吗？应该看不到吧，我们这么吓他，他都没反应。我觉得他能看到，正常人坐公交车怎么也该有点反应啊，哪会像颗木头一样杵在这儿？何先森知道自己装傻充愣可能瞒不过，只能展示自己看家的手艺了，胡言乱语。只见何先森掏出手机，并且点开了一首伴奏。告别留下所有的愛情，也許等最何先森高亢的歌聲在公交車裡回盪。一曲終了，何先森又跑到了李洛的面前。尼古拉斯基，你最近存款有多少？多谢鲁迅的关心，我最近已经存了10万块。10万块，你够干什么？连个好一点的厕所都买不起。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要长相没长相，要存款没存款，要家世没家世，你再这么混下去，你怎么找得到老婆？杰克，听说肉丝给你戴了绿帽子。是的，鲁迅，但是我已经把他们家搞到破产了，这种女人不要也罢。你说的对，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免得到时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都难说。正在所有的诡异被何先森神经质的操作吸引过注意力的时候，何先森又拿出手机，这次他没有在唱歌，
而是观看起了学习资料。哦，深田咏美，我的最爱。很快，男诡异都被何先生吸引了过来。你们几个是不是觉得我看这种东西十分龌龊？其实我在批判的看，和你们可不一样。看你年纪轻轻的就观看这些东西，那你就是在玩物丧志。作业做完了吗？学习成绩好吗？拿到全年级第一了吗？看您这年纪也不小了吧，还看这东西，那你更丢脸。身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如果连年轻漂亮的小妹妹都找不到，那你就太失败了。在何先生嘴炮攻击下，都纷纷惭愧不已，只有一个大叔却巍然不动。小伙竟与诡异探讨起了八嘎国的电影行业，听得诡异纷纷汗颜。唯独大叔十分不屑。我觉得你说的差点意思，论身材还得是苍井小姐。我赞同你的想法。何先生的小嘴就像安装了弹簧一下，对八嘎国的近千名女艺人进行品评，从音色、演技、体术、颜值，还有降雨量进行深入浅出的细读，那是一样没落下。这要不是系统开的直播，就主播刚刚说的话，何况那些的画面早就被封了。各位先看着，我还得去奖励自己。何先生将自己的手机支好，然后把50句的学习资料循环播放，边看边与众诡异拉片式逐帧解读，从电影的立项到选角，再到幕后花絮趣闻，听得众诡异是啧啧称奇，堪比片片界的发条章。女诡异表面羞涩，却还是忍不住一旁偷听，时不时的瞄上两眼。何先生就这样一直不停的说了6个小时，时间也来到了早上5点59分。所有的诡异都聚精会神的看着手机，只有一只诡异疑惑的看着何先生。我忍你很久了，看什么看？不服单挑啊！一看你就是小混混吧，火拼横嘎街头的小瘪三。你是不是看得见我们，所以才一直东拉西扯的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废话，我当然看得到你们，你以为我在自言自语吗？告诉你，我就是在糊弄鬼。这句话就像是触动了众诡异的开关一样，瞬间将凶狠的目光射向何先生，犹如被激活口令的杀戮机器一样扑向。我操，主播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狗币呢，今天咋这么勇？据我分析，主播应该是看八嘎国的电影，看的血液都去了下半身，导致大脑缺氧而神经错乱。我忍这个狗主播很久了，让他长长记性也好。嘿嘿，对不起了各位，想看我出丑恐怕要失望了。时间到。尊敬的乘客，本次终点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带好别人的老婆并注意安全，下次不见。诡异顷刻间消散不见，何先生的这一手不仅是韩勇他们，连直播间里的老六们都直呼王德发。何帝就是牛逼，骗人骗鬼一片空气，对天对地对鬼神。如果各位虽有人有机缘穿越到他的世界，一定要先封住他那张嘴，因为他那张嘴太厉害了。这嘴比几道地兵还牛逼啊！9天10地为我何帝独尊。等何先生从溢美之词中回过神来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被诡异巴士拉到了荒山野岭，只有脚下的小路蜿蜒到远处。诡异系列任务1：进入结界范围，奖励5，惩罚我亲自送你进去。时限24小时。什么情况？这次任务发布语气怎么这么横啊？不对呀！狗系统，这是怎么回事？你别看我，都说了总部已经出手了，这个任务是总部发的，我现在只是旁观者。这次总部的大手笔把我都吓尿了，他们直接从其他世界挪移了一块地方过来，这些地方都是很诡异很可怕的，而且挪移过来的这一块面积还是结合体，就是说很多个灵异故事混成一团的那种。何先生听完系统介绍，连忙向赵英豪求援。赵伯伯，我需要支援。另外，让系统保持摄像头的信号畅通，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次视频了。等了足足2个小时，4辆巨大的武装直升机停在了何先生上面。这次不仅带来了军械物资，捉诡异小分队的人都到齐了。兰兰，你怎么来了？小梦和白白都和我说了，这次任务十分危险，我要跟你一起进去。我们也要去。你是我老婆，哪有明知道危险还把自己媳妇带在身边的？那我还是男人吗？不只是你，这次任务上关锦花和陶长官也不用去了。你是不是小瞧我们女人？问题呢，我可能不是韩勇他们的对手，但是打你我只需要一只手。不是的，因为这次任务只允许进入8个人，里面的世界凶险万分，咱们自己人都进去了，谁替我们趟雷啊？
那小何，你的意思是？崔伯伯，自从咱们芯片技术曝光后，不是有很多境外势力要追查我的下落呢吗？是的，你的身份是我们龙国的顶级机密，他们闹翻天也不会知道你的身份。现在放点风出去，就说我在这里，然后引他们过来，替我们当炮灰。不行，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你。一旦你和间谍接触，你的消息会泄露，这个损失太大了。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只要他们来到这里，我就让系统将他们身上的电子信号全部屏蔽，到时候就没法传出消息了。还有，以我坑人的技术，区4个间谍而已，保证他们有去无回。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韩勇、云志、李洛进入结界后，不管你们付出多大代价，务必保证和先森的人身安全。是。崔伯伯，我还有一个要求，放出去的消息要说我这个人好美色，爱耍脾气，而且和身边的安保人员不和。好，我会把你的要求如实上报。第二天清晨，果然就在营地周围发现了陌生人。谁在那里？出来，否则我就开枪了。你们别开枪，我们只是驴友，刚好路过这里，